胡家收留你，不是让你纠缠二郎的。想要嫁他，也得掂量掂量自个儿配不配。舅母何出此言啊？哎，我家二郎可是金贵的读书人，得夫子看重，日后必有一番作为。你想要攀高枝儿，也不稀奇。呸！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妖里妖气，一看就和你那早死的娘一样，不是什么正经人。上回二表哥去学院前说认定我了，定是你勾引他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。他说心悦我许久了，还说要娶我呢。我绝对不会答应的。我你个小贱蹄子！王氏气得不行，抄起造物的扫帚就要打他。于听婉半点不见慌张，甚至都没躲，眼下眼底的悲悯，红唇微张。我拒绝了。啥？可他却不死心，管管他吧，这样真的很烦。王氏喉间涌起一股腥甜，险些被气得吐血。于听婉，他竟然看不上二郎。你就嘴硬吧。娘！胡家大郎的媳妇儿小许氏挺着肚子从外头匆匆赶来。娘，我听隔壁婶子说，前头大雪封了路，怕是赶路的大郎、二郎还有爹这几日都回不来了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哎呀，天都冷成这样了，夜里更是不得了，农田恐怕会受损不说，被冻死的人还算少了吗？哎呀，当家的和大郎皮厚实点，动一动也没什么。哎，可是我家二郎金贵呀，身体如何能受得住啊？哎呀！这老钱婆！小许是气得不行。要不是读书郎从镇上学堂归家，王氏舍不得让他走路，非要让胡大柱和他家大郎驾着牛车去接他，男人怎么会受这种罪？可他偏又不敢将情绪透露分毫。毕竟这个家里谁不想沾读书郎的光呢？娘，爹是有主意的，见情况不对，不可能还留在原地过夜，只怕会回镇上等消息，您就安心吧。对，哎呀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这镇上花销大，住宿吃饭哪个不花钱呢？他们可没带什么盘缠。哎呀，这都快过年了，学堂也关了，又进不去，这要是风餐露宿的，哎呀，我家二郎哪能吃这种苦啊！哎呦，小许是眼神闪烁，不吭声了。天儿寒，他脸上都生了冻疮了。男人出门的时候，小许是咬咬牙，塞了自己偷偷藏了半年的私房钱，让他买擦脸的面脂。就怕大郎这个蠢的，可别转头给了公爹去凑住宿钱吧。就在两人各存鬼胎，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正在烧柴的于听婉淡淡出声：“他们带了。”你如何知道？因为是于听婉提醒的，他早就知道会封山，而且会封上1个月。在舅舅出发前，他便悄悄地提醒，出门在外就怕有什么意外，镇上没有亲戚，还是得多带些银两。他还知道王氏贪图钱财，很快会趁着舅舅不在家，强行把她嫁给60岁高龄的董乡绅。说是嫁，不如说是卖。西林村地处偏僻，为穷极之地，没有那么多规矩，只要收了聘礼，办几桌酒席，就能让男方把人领走。果不其然，王氏眼珠子精明又贪婪地动了动。早就受够了当家的对这死丫头的维护。不如……王氏按捺下疯狂跳动的心脏，大步朝外去。哎，你和这娘去哪儿？于听婉望着灶堂内火光跳动，一闭眼就是他仓皇无措地跪在王氏面前苦苦哀求的画面。求舅母疼疼我不嫁他。他低三下四，王氏却摆着高高在上的嘴脸，试图摧毁他的希冀。哎呀，我也是为你好，我还能害了你不成？婉娘怎的不领情啊？是，董老爷孙子都和你同龄了，可年纪大的会疼人呐。
还有小许氏，摸着发间董家给的金簪，笑得畅快淋漓。这血下的好啊，封了山爹回不来，没人能救你，你不嫁也得嫁。模样好又如何？你和你娘一样，就该被男人糟蹋。这两人没一个是好的。于听完仿若一脚陷入冰窟，浑身被冻得麻木僵硬，胳膊被人擒住，头发稀疏的董乡绅扔给王氏一袋银子，拖着他就走。他疯狂挣扎，剧烈反抗，却惹恼了董乡绅，扬起手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。信不信老子在这里就办了你？他去媒婆那儿。媒婆？娘真是容不下你，要把你嫁出去。小许氏是去年嫁进来的，见于听婉的第一眼就格外戒备。同为女子，谁会喜欢生得比花儿还娇艳的于听婉呢？偏偏公公对这个死了爹娘的外甥女儿心生怜惜。哼，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勾搭小叔非你不可呢。娘那般厌恶你，给你找的亲事能有多好？这大雪封路1日2日也就算了，要是10天半个月呢？等王氏收了聘礼，把于听婉丢出去生米煮成熟饭了，爹不认也得认。娘给爹生了2个儿子，爹就算有再大的怒火，还能休了他不成？可见啊，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。见于听婉依旧没有反应，小许氏只当把他给唬住了。这些年你的胡家收留，日后出嫁也免不了走动。但凡你有良心，别忘了胡家对你的好。见于听婉若有所思的模样，小许氏眯了眯眼。你别是不乐意吧？我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。嫂嫂误会了，我只是在想如何做才能不辜负胡家恩情。这还差不多。我知道嫂嫂是出了名的孝顺。于听婉一边慢悠悠地说着，一边给小许氏倒了热水。我虽事事不如，也得向嫂嫂看齐。这小贱人嘴上是抹了蜜吧？也是，毕竟她不讨喜，还得求着我在娘面前美言几句，给她相看一门好亲事。我呀，得学着嫂嫂，偷偷摸摸私下补贴娘家。你胡说什么？于听婉好似瞧不见他的一惊一乍，低头去看地上的碎片。我的事儿就不劳嫂嫂指手画脚了，嫂嫂还是担心自个儿吧。3日前嫂嫂娘家兄弟过来，嫂嫂好好的人不做，非要做贼，趁着舅母不在，去地窖装了10几颗白菜萝卜。唉，嫂嫂刚嫁进来那会儿补贴娘家，背地里送粮食，被抓了个现行，被舅母用金条抽打的险些下不来床。嫂嫂怎么还不吃教训啊？小许氏耳中嗡嗡响，顿时方寸大乱，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神气。你敢威胁我？哎，嫂嫂放心，我嘴严着呢。昨儿你背地里骂舅母老钱婆的事儿，我都没透露半点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家里的碗就这么几只，嫂嫂发脾气砸了，这件事儿我可没法帮忙兜住啊。我分明是没拿碗，你还好意思提？要不是你端水过来，我好端端的怎么会摔了？小许氏不敢再作妖，等粥熬好，于听婉用起了招式。可这份清静并没有维持太久，外头很快响起了嘈杂混乱声。还有气啊！这浑身血淋淋这样，这实在不行啊！快，把人送到钱老头那里医治！要不是顾忌身子重，怕人多受冲撞，小许氏早就跑出去瞧了。可对面的于听婉神色平静，夹了一块咸菜配粥，就好似天塌下来他都不会眨一下眼。你就不好奇吗？切，这个怪胎！哎呦，方才抬过去的是当年被顶上去服兵役的那个魏家小子，不是说死了吗？呀，许神命大，活了下来。哎，
可是魏家早些年就领了朝廷发的抚恤银呢，每月还能领半分军饷，3斗大米。哎呦，这真是走了大运呢。朝廷对阵亡士兵家属有补助，可银子一层一层的发下来，最后入了谁的钱袋就不好说了。尤其是西林村这种偏远地界。我娘家那边也有人死在战场了，抚恤银和米的影都没见着，去衙门闹还被打得没了半条人命。凭什么呀？都是死人了，为什么待遇差这么大呀？可人家运道好，入了驻守西北边境的魏家军，魏家军可是常年立功的，那能一样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都说那魏将军如何有本事，这不还是死在战场当了个短命鬼啊？哎呀，你这话，魏将军也是你能编排的，他什么身份，你什么身份？你还是修修口德吧，这话要是传了出去啊，你家二郎念书也该念到头了。一说到二郎，王氏讪讪不敢再言。哎呀，我瞧着魏小子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你看如今封了山，外头的人进不来，里头的人又出不去，没法去镇上找大夫呀。那钱老头平日看的也只是一些发热头疼的小毛病，收费还贵，只怕还得吃野山参吊命喽。哎呀，你嘴里的抚恤银和米可都是在魏老太手里攥着的，他舍得吐出一个子儿吗？是啊，魏老太的心肠毒得很。见不得人好的王氏终于舒坦了。哎，人是怎么回来的？是在山脚让人发现的。当时啊，那魏家二房婆娘得巧拾柴，看到一群人围着说有个外乡人从山林上滚下来了，他就凑过去看一眼，哎呦，当场就哭了，说那是他家阿郎。要不说呢，他也命苦啊。你看眼下这般，女儿半年前又没了，这二房啊注定要绝后。站住！整日就知道往屋里钻，鸡喂了吗？猪草割了吗？没有。那还不快去！病了，没力气。王氏愣住了，明明出门前于听晚还在和他呛，让他恨得牙痒痒。什么时候病的？就现在啊。这些年于听晚怕被扫地出门，任劳任怨，便是受了委屈也往肚子里咽，从未如此叫嚣过。王氏见惯了他的伏低作小，眼下火气层层层的往上涨。哎呦，嘴里没一句真话，可真是长本事了啊！你是不是还要我伺候你呀？也成啊。王氏气得浑身发颤，扭头朝边上的吴大婶倒苦水。哎呀，你瞅瞅，这外头都传我把这外甥女整日往死里折腾，可婶子你瞧瞧她什么德行啊！蹬鼻子上脸呐！哎呀，最轻松的活计都甩手不干了，也不知是哪个畜生传的，败坏我的名声。吴大婶就住在隔壁，怎么会不知道胡家的那点破事儿？要不是胡大柱护着这个外甥女儿，于听晚哪有命活到现在？这王氏可不容人。胡大柱不在家，他是将外甥女儿往死里折腾。胡家的家事，吴大婶可不愿意掺和，他连忙打了个马虎眼儿，匆匆离开。胡家给我容身之处，就和舅母说的那样，我这辈子就该当牛做马报答。小许是收拾好情绪，刚走出来，对上于听晚柔柔的眼神，他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可嫂嫂心疼我，生怕我身子撑不住，非说要替我干活。这怎么行啊？小许氏的肚子里可是他的金孙孙。嫂嫂仗着有身孕，整日对我嚣张挑衅。她也说了，她会反省。小许氏一肚子的火，可他敢说于听晚胡说八道吗？他只能僵硬地笑道：是我的错。他这个儿媳妇儿明明是个偷奸耍滑的老手啊！王氏错愕，这不应该呀。舅母这话说的，就不许嫂嫂懂事一回嘛。
乡下的墙壁都由石头和黄土堆砌而成，于廷婉住的房屋低矮逼仄，窗户老旧的隔板都能被寒风肆虐震动。于廷婉回了屋，眉梢的笑意寸寸淡去，他头疼欲裂，一闭眼就是他惨死的结局。自去年落水额头被撞伤以后，他脑海中总会不经意地看见一些画面，琐碎又不完整，可都是未来会发生的，也该是上辈子曾经历的。于廷婉缓缓垂下眼帘，他浑身都冷，骨头发颤。胡家是留不得了，可他又能去哪里？西林村四面环山，唯一能走的路又被封了。就算出了村，外头流寇强占姑娘的事儿还少吗？怎么偏偏舅舅走后他才想起舅母会害他呢？现在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于廷婉试图冷静，可心中徒留空洞和无尽的迷茫。看什么看啊？嫂嫂，你瞧着有些晦气。小许是无语，你还特地过来咒我，有病啊！他怨怼，恨不得抓花于廷婉的脸。偏偏此刻发现不对的王氏裹挟着怒意追了出来。哪个挨千刀的把碗给摔了？是嫂嫂。小许是呼吸一滞，他甚至晃了晃。哎，嫂嫂抖什么？嫂嫂现在是双身子，才一个碗怎么了？只要你高兴，把家里全砸了，舅母都得认。王氏的脸黑了，这是什么话？碗不要钱啊？他难道还要上赶着讨好小许氏吗？那小贱人果然没安好心，可别落我手里。哎，往前倒还算好使唤，这几日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。王氏拾着抽人的细竹条，大步过来要收拾他。哎呦，造孽呀！你这蠢人！呸！娘，那小贱人自落水后快西门的。每次说他晦气，他真的会倒霉。上次说他晦气，他身上就莫名的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疙瘩，养了足足半个月。上次说他晦气，是大郎喝醉了酒甩了他一巴掌。小许氏已然有了阴影。邪门的于廷婉沿着村路走，没有急着去河边浆洗。他不能离开，那就只能想办法先拖住刘媒婆。于廷婉这张脸呢，这董老爷一定喜欢。刘媒婆走路带风，恨不得早早地促成了这门亲事。去董家必经路上，有人早已等候多时。哎呦，这不是婉娘吗？出落的愈发好了啊！婶子来了，可真让我久等了。哎呦，你寻我呀？那可是你舅母让你过来传话。婶子还去董家吗？哎呦，当然了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去董家呀？是你舅母和你说了？说什么？说他千叮咛万嘱咐，就一个条件，只要有人愿意出20两聘礼，甭管是人是鬼，都能把我带走。还是说他和你狼狈为奸，是一路货色？哎呀，你这话可实在不中听啊！王氏想让你后半生富贵，这也是为你好。婶子，董乡绅年纪比你都大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呢？这男人磕次要啊，照样是生龙活虎。哎，你进门后就是继母，这要是能怀上，那是皆大欢喜；要是怀不上，这不还能捡个现成的吗？婶子好一张巧嘴啊！别说原配离世不出1月，董家的白灯笼还没撤下。早些年他纳的那些个小妾，又都是什么下场？个个没到半年，就被折磨得身上没一块好皮，被席子一卷，扔去了深山，成了豺狼虎豹的腹中食。我和婶子无冤无仇吧？婶子为何要害我呀？哎呦，瞧你说的，那些人死了呀，是他们命不好，享不了福，和乡绅老爷何干呢？婶子这些年撮合了不少人吧？你这种小人，巧舌如簧，厚颜无耻，害人不浅，把不少好人家的姑娘推进了火坑。那魏家郎君在战场上可是沾过血的，让我想想，他要是醒来
得知亲妹子被你保媒嫁人后丧了命，你会是什么下场？你骂我？这别人都说胡家的外甥女一身的毛病，我原先是不信的。嘿，我这忙上忙下的是为谁奔波呀？啊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哎，没记错的话，婶子守寡有3年了吧？哎呀，婶子膝下没有子嗣，也没有牵绊，何必苦守着呢？就为了被村里人夸一句婶子忠贞厚道，男人死了也不改嫁吗？可他们哪里知道，婶子和公爹偷偷爬灰呢。婶子私下的肮脏事儿，也不知哪日会被我一个不慎传了出去啊！你别胡说！哎，你公爹是不是嗑完药生猛如虎啊？哦，对了，婶子都这把年纪了，怎么肚兜上还绣鸳鸯戏水啊？还有啊，婶子屁股腚上的胎记，也不知怎么长得就像蝴蝶。别说你公爹喜欢了，我也怪喜欢的。如此私密事，于听婉怎么知晓的？刘媒婆险些晕厥，她忍住站立，慌张张望了一下四周，嗓音哆哆嗦嗦：“别说了！”于听婉却毫不在意，满脸笑吟吟的。刘媒婆浑身发寒，头皮发麻，如何还敢再跟她耍心眼儿？你舅母心肠歹毒，容不下你，就妄图毁了你的后半生啊！那我可不是啊！那董乡绅一脚都踩进棺材了。姑娘正直韶华，自当与才俊相配嘛。婶子人品不行，但也该掂量掂量被千夫所指、万人唾弃的下场，对吧？媒婆最会察言观色，怎还会不知道于听婉的意图？你要我做什么？嫂嫂看我做甚？没什么啊。哦，嫂嫂觉得舅母做的饭菜像猪食。小许氏绷紧神经，不是，这你也能看出来？是，舅母厨艺不精，可嫂嫂出去问问，哪家婆婆忙前忙后照顾儿媳的？你说这天这么冷，舅母怕动手，不想沾水清洗黄豆，那泡发的水也不舍得倒，直接就下锅了，这才让你吃到食子了。或者是豆饭不合嫂嫂口味，你就不能忍忍吗？嫂嫂，你可别犯浑，你不吃不打紧，要是饿着孩子了怎么办？见小许氏眼里闪过心虚慌乱，王氏呼吸不畅。不就是不干净吗？还能吃死人啊？啊，真当肚子里有货，我就不敢教训你了。娘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没有胃口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当初我让大郎娶你，等你生了后，照样也能让他休了你。他的弟弟有出息，还愁娶不到媳妇儿啊？小许氏面色煞白，于听婉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当初胡家为了供胡耀祖读书，可没钱给胡大郎娶媳妇儿，又遇干旱，那年饿死了不少人。小许氏是王氏用1袋米换来的，胡大郎一直嫌弃他模样不好，可不把他给唬着了。好了，舅母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嫂嫂肚子里有胡家的骨肉，可别把她吓着了。哎呦，看这小脸白的，这要是让大表哥瞧见了，他倒也不会心疼。小许氏听到这话都要崩溃了。虽说嫁进胡家，可她从未站稳脚跟，娘家贫苦，父兄不争气，她在胡家就矮上一头。倘若这胎是女婴，哎呦，别哭啊！小许氏掩面，哭是没哭，还在酝酿中。你再说，这眼泪是真的要掉下来了。舅母就饶他一回吧，大表哥休妻再娶是什么光彩的事吗？今年收成好，家家户户粮食卖了钱，胡家手头也宽裕了不少。可家里养个读书郎不容易，明年的束修还没凑齐，这些都得存起来。外头1袋米可换不来媳妇儿了。要不是于听婉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，小许氏都要感动了。哎呀，嫂嫂也没做错什么呀，她不过是实在了些。这事儿归根究底就是豆饭难以下咽啊。
都是舅母你的错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好啦，我做主了，舅母向嫂嫂赔个错，这件事就过去了啊！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王氏眼前一片晕眩。哎呦，迟早要被这死丫头给气死！哎，轮得到你于廷婉做主吗？哎呦，明明几日前教训她都不敢高声吭声，难道这死丫头真中邪了？哎呀，不然这性情怎么会大变呢？不对。王氏倏然想起多年前当家的把于廷婉领回家时的情形，那时的于廷婉不就是个刺儿头吗？他死死地盯着于廷婉，却对上了一双冷淡的眼眸，视他为跳梁小丑，好似能将他看透。王氏后背蓦地发凉，他得早点把于廷婉送走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又出门啊？去拾些柴火夜里烤，也能暖和些。是这个理儿。哎呀，这今年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竟然冷成这样，这被活活冻死的人可不少呢。外头都在传啊，是老天爷要收人了。姑娘身上穿的旧棉衣并不合身，稍稍一动，袖摆就往下滑，露出了一截细白手腕。吴大婶定神去看，好家伙，手腕上的淤青晃人眼。哎呦，你这他还对你动手了？于廷婉愣住，顺着吴大婶的视线低头去看。不是。哎呀，他这个毒妇啊，真是。婶子误会了，这是我起夜时摸黑不小心撞的。你说你这孩子，我知道你是想帮着瞒是吧？真不是。你别说了，我都懂。于廷婉沉默了，余光却瞥见了不远处有个干瘦老妇人正看好戏似的朝这边张望。他认识，此人姓范，是西林村的大嘴巴，什么事儿经他的嘴都能快速传播。最重要的是，范婆子和王氏有局语。于廷婉当即面露凄凄。这点伤不算什么的，没什么比得了一家和气。我身为小辈，如何能计较？婶子，我不疼的，只要还能活着，就很幸运了。范婆子一激灵，这不就来活了吗？她一溜烟就往村里人最多的地方窜，眼里的喜悦怎么也藏不住。那个王氏又对那外甥女动手了，哎呀，那凶悍的样像要吃人似的，我是亲眼瞧见的，他抡起凳子就砸呀。哎呀，这要是放在往前胡大柱在呀，还能收敛些。哎呀，这回可就难说喽。对了，上回那姑娘落水，我就怀疑是这王氏给推的。哎呀，这王氏啊是脾气不好，可你们不和也不能这么诋毁他呀。哼，我还用得着诋毁他？他本来就是个心思恶毒的小人。哼，哎呀，你维护他做甚呢？哈，别是想把你家女儿嫁给他家二郎吧？嘿，你可省省心吧，他那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，还能和你做亲家？哼，上次人家还说你家孙女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。一个外甥女放在眼皮子底下养，不是亲生的磕带些又怎么了？可不是嘛，就是话糙理不糙。我呸！知道的是外甥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找了个奴隶呢。再说你一个新媳妇儿，你懂什么？回去问问你婆婆，当年胡家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。她胡大柱就这么一个妹妹，更别说她心里有鬼了。就是养着外甥女儿也是应该的。那些年长知道陈年旧事的人面面相觑，唏嘘着。哎，那姑娘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，还有一口气呢。就是不知道是婉娘先被王氏折腾死呢，还是这魏家郎君先被这钱老头给治死。哎呀，这都要过年了，这村里要是死俩人还怪晦气的。哎呀，也是了不得了，这种事儿还能凑对儿，了不得哟。是你啊，家里乱就不请你进去喝茶了，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。之前托你办的那事儿如何了呀？你倒是给句准话啊！难不成乡绅老爷瞧上别人了，还是有意拿瞧，觉得20两贵了？哎，你可是收了我2枚蛋的啊！得给我把事儿说成了。哎呦，这谁不知道你男人看中这个外甥女啊？
啊，他若是提着刀寻上门来讨要说法，家中就我和公爹二人，这能拿他如何呀？王氏拧眉，岂料刘媒婆话锋一转，不过嘛，你也是忒小看那董老爷了，这20两在他眼里算什么呀？啊，要是入了他的眼，100两他也舍得。啊，啥？100两？他本以为20两都是狮子大开口了，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我记得你家二郎是在镇上读书对吧？哎呦，这董老爷可了不得，和知县大人都有交情，若是得了他的眼，把二郎送去镇上读最好的书院，那也不过是他一句话的事儿。嘿，说不准呢，连束修都能给你免了。这几句话直接戳中了王氏的心窝。二郎得夫子看重不错，可镇上如何能和县上的书院比呀？是家里负担重，这才耽误了二郎。要是和董家结了亲家，他越想越激动。你大可放心，这事儿成了，我绝对不会透露是你牵的线儿。我男人为难不到你头上，没钱也少不了你的。还得劳您多上上心。刘媒婆笑了，然而下一瞬，她狠狠地推了王氏一把，王氏不防重重地摔了下去，身躯陷入了雪地，冷得她一个激灵。哎呦，你他妈疯了！你才疯了呢！这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啊，你还算长辈吗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也不怕你那外甥女的亲娘从坟里爬上来找你算账来。他嗓门敞亮，很快惊动了隔壁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为首的是西林村的李正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不少村民。怎么还打起来了呢？乡里乡亲的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王氏见是他，眸色一颤，哪里还敢计较？没什么，我没站稳。哟，敢做不敢认是吧？啊，你也知道心虚啊？人是我推的，我没有扫帚把他赶出去，就已经算很给他脸面了。正巧大家伙都在，咱们来评评理。哼，谁不知道他家那个外甥女儿生得跟朵花似的？当初要不是他娘，胡家能有现在吗？换成是我，早就把人当做亲女儿来疼了。哼，可但凡胡大柱不在家，这晚娘哪有好日子过？我看呐，范婆子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当初晚娘落水，只怕是和他脱不开关系。王氏百口莫辩，于天晚没站稳，也能怪到他头上吗？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那姑娘在眼皮子底下相处多年，大柱媳妇如何还会害她？是啊，我呸！哎呀，他掉钱眼里了，要把外甥女卖给董乡婶，非要让我牵线。有回我去胡家，这晚娘累得浑身都是汗，王氏非但不让她歇歇，还骂她笨手笨脚。这算什么？当初晚娘家里出了那遭祸害，小姑娘能死里逃生本就不易，刚来西林村没几天，就被王氏咒骂，怎么不和她爹娘一起死了？别说晚娘了，她对那个儿媳那都是非打即骂的。那小许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家摆酒席，她可是连吃带拿的。王氏愣住了，着实不明白刘媒婆为何翻脸不认人。不是，明明是你先。我说我是媒婆，我又不是贩卖郎。那姑娘才多大呀？啊，我要把她推入董家？这董乡绅年纪大，私底下又有怪癖，那从他屋子里抬出来的姑娘可都是血淋淋的。若是我撮合成了，这事儿传出去，这10里8乡的人还有谁敢让我帮忙相看的啊？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？好了，王氏，你家耀祖可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儿郎，你这个当娘的别拖他后腿啊！凡事动动你的脑子，卖外甥女，这馊主意你也想得出来啊！这要是传出去，你家二郎在外头也甭想抬头了。哪有这般严重？董家如何不好了？这话你敢对胡大柱讲吗？真当我乐意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啊？
劝你这几日收收心思，等一家人到齐了，胡大柱要是同意，我绝不拦着。可你若是背着他偷鸡摸狗，哼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滚！你个混账！别人是孝顺亲娘，你倒好，竟然找我要钱！哼，我没钱，一个铜板也不会给你的。娘，这是救命钱，我求你了，我不多要，我就要阿郎的抚恤银。哎呀，你个混账！治了也不一定能活，何必浪费银子？你媳妇犯傻，你也跟着犯傻？你就当他早就死在外头了不成吗？他是我亲儿子，是您的亲孙子。当初他明明未上征兵年纪，却被顶上。娘，你就真的没有羞耻心吗？我说你少说几句，娘也是为了你好。阿郎他若只是小伤小病，你别说娘了，我这个大伯也愿意掏银子，可他都被阎王爷给盯上了。当初抚恤金就是魏守财撺掇魏老太去领的，魏老太手里的不就是他的吗？还能让魏守忠拿走了？午夜梦回，大哥和娘是如何心安理得的？老二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哎呀，得了，反正你大哥儿子多，养的也吃力，回头啊，你过继一个走，照样能给你养老送终。对，这事儿我和你大嫂早就商量过了，都没有意见。不给我就自己拿。哎，你敢动？你敢动就休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魏守忠微顿，可他的阿郎危在旦夕。想到那日阿郎血肉模糊，身上的衣衫稍有不慎就能扯到皮肉，身上新伤旧伤层层堆叠，瞧着就可怖，也不知这些年吃了多少苦。最让人束手无策的是被利器所伤的口子，从前胸直接捅穿了后背，比拳头还大的血窟窿，光是止血就用了钱老头屋里的大半草药。惠娘守在一旁没日没夜的哭，倘若再尝一次丧子之痛，别说惠娘了，就连他都要疯了。念及此，魏守忠这些年积攒的怒火彻底爆发，他不敢耽搁，推开魏守财，直接一脚踹开了魏老太的房门，闯了进去。哎呀，你这是要我死呀！啊，哎呦！魏老太再凶横，可也上了年纪，如何能拦下一身蛮力的庄稼汉？他眼瞅着魏守忠搜出了钱袋，急得一手捂着心口。哎呀，你这是要我死呀！啊，哎呦！看到眼前这一幕，魏守忠是如何为了儿子奋不顾身，于廷婉垂下眼帘。啊，还真是羡慕那魏氏。风刮得很大，姑娘背影纤弱，艰难吃力地往前走。茫茫天地间，于廷婉被衬托得格外渺小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呼啸的寒风中依稀夹杂着她的嗓音。哼，可廷婉的爹爹才最好呢。婆婆是有什么事吗？见她冻得说话打颤，李莲顺手将房门掩上，挡住了外头王氏的视线，还有呼啸的寒风。啊，也没什么，来找你说说话。李正训斥警告王氏，并不是为了于廷婉，而是为了胡耀祖。村里要是出了个秀才，李正脸上也有光啊。事情闹大，当时又那么多人，王氏欲卖外甥女的事藏不住，只怕过不了多久就会传到于廷婉的耳朵里。李正也算做了一回好人，索性做到底，让李莲来一趟，安安于廷婉的心。呵呵，你是个体贴的孩子啊，这些年来也受了罪。你舅母啊，人心实则不坏，哪儿不好了你和我说，论辈分他也得喊我一声婶儿不是？可见是能训上几句的。你舅舅他们啊，只怕是没法回来过年了，家里没个男人，盯不上事儿。要是哪儿啊用得着帮忙的，只管说啊。于廷婉故作不知他的来意，只受宠若惊地看着他。李莲拍拍他的手，顺嘴问：好孩子，如今多大了？17了。那该许人家了。大柱这个舅舅啊，当得不称职，你舅母也糊涂。于廷婉若有所思，
胡家他不过是暂住，他没有家，早晚是要嫁人的。与其胆战心惊，怕被王氏陷害拿捏，倒不如他自己找。婆婆是要帮我撮合吗？你想得美呀！你那身世有几个正经人家能看得上？可李莲要面子，于听婉的眼神，他也有些招架不住。也行啊。婆婆是要帮我撮合吗？婉娘不如同我说说，你要什么条件的，我也好帮你留意留意。不如找个像你表哥这般温和有礼的读书人。读书人有什么好？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在世家子弟中那是锦上添花。可寻常百姓除了科举出人头地以外，念几句酸诗护不住他。阿爹就不一样了，魁梧健壮，地痞流氓也不敢动他和阿娘分毫。要拳头硬的。李莲愣住了，怎么，你特扛揍是吗？眼瞅着李莲的脸色化为古怪，于听婉慢吞吞地补充，也得有担当，不能是不务正业的街边溜子，在家里得老实，不能打我。李莲若有所思，联想到于听婉的经历，心下有几分猜测，不免生了怜悯。推敲出利弊，他也不敢敷衍，慎重思索了一番。咱们村的朱家4辈同堂，人丁兴旺，4个儿子都没娶妻呢，生的壮士可都是下地干活的一把好手，后生可都是好后生。这朱家的儿子个顶个的孝顺，只是这朱家婆子生了病，日日吃药，拖垮了他们。这亲事才拖到现在。可一家人明事理，你要是嫁给大儿子，也就头几年辛苦些，日后还愁没好日子。不行，他吃不了这个苦。朱母病了，身为儿媳得踏前照顾，他得包揽家务，里里外外操持。别说熬药做饭，身为晚辈以及长嫂，他除了洗这4个兄弟的衣服，还得把上头老的衣服也一并洗了，简直比在胡家还要苦。那他图什么？她是嫁人，可不是去当苦役。婆婆还有别的合适人选吗？我这里嘛，倒还有一个。你也知道，每逢过年，我家会从隔壁高家村买猪，这一来二往，就和那吴屠夫有了往来。此人脾气孤僻，比你年长5岁，家里嘛就剩他一人，长辈早没了。虽说嫁过去肉是不愁吃了，可我总不能昧着良心把你介绍过去。那小子人不错，也大方，就是脾气有点孤僻，不爱说话。一身的腱子肉，人高马大的，瞧着就唬人。只是吧，这生来左手缺了一指，相当不吉利。实在是晦气，你说谁敢给他当媳妇儿？于听完眼睛一亮，还有这种极品呐！4指怎么了？凭着双手养活自己，哪里低人一等？我呀，这姑娘竟来真的，可她与吴屠夫站在一起，怎么看都不相配呀。看他哪日得闲，婆婆不妨安排我们见一面。成，你等我信儿。李莲刚一走，王氏就闯了进来，他阴沉着脸审视于听婉。你和李莲说什么了？想知道？一边猜去。哎呦喂，如今有人给你撑腰，你就无法无天了。哎呀，这山口前几天不是给止住了吗？钱大夫，您救救阿郎，求您开最好的药，钱要是不够了，我们夫妻再去凑。行了，你求我也没用，这血要是止不住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钱老头神色凝重，额间都是汗。去，上外头打几盆水来。烧开啊！好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钱老头长长松了口气。钱大夫，阿郎他怎么样了？你儿子有病。是，这不是在治吗？他刚才醒了。真的？别高兴得太早，
他刚刚问我有刀吗？我说没有，但是有剪子。他接过去的时候还挺有礼貌。好啊。哎，他要剪子做甚？他捅伤口。魏守忠愣住了。捅好以后他又拔出来了，躺平闭眼之前还嫌我的剪子很钝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要不是人虚弱使不上劲，他早就去借阎王去了。他看看榻上呼吸孱弱的魏慎，又看看一旁老实巴交的魏守忠，总觉得哪儿都不对劲。守忠，他真是你儿子？是啊，我和惠娘亲生的，还能认错呀？不是你们两口子长这样，他长那样啊？哎，我记得你家阿郎当年离开的时候，又瘦又矮的，长相也随你们夫妻俩，可不出挑啊。这话可真不中听。那我儿长得倔，也不是他的错呀。他入了魏家军，能顿顿吃饱饭，身上有油水，那身板还能不高大结实？哎，不过这话说回来呀，别说叔你觉着眼生，若是我路上见了，也不敢认呐。也就是惠娘那日眼尖瞧见了他手上那死死捏着的平安符，那还是当年他走前惠娘亲自去庙里求的。当时啊，怕孩子给弄丢了，特地用线头缝得严严实实，好挂脖子上。都说这死也不能死在外头，这孩子只怕是回来落叶归根的呀。他这么一提，钱老头有了印象。是了，当初魏慎陷入昏迷还死不撒手来着，可见他把这个平安符看得比什么都重。不合时宜产生的疑虑随着这句话退得烟消云散。娘，真不叫他吃啊？饿一顿还能死吗？李正当着大家伙的面将我一顿训斥，我这面子里子都没了。萧许是暗自思忖，可你这不是活该吗？那刘媒婆也是怪，竟然敢得罪我，先前还一嘴一句秀才娘，这怎么转眼就不认人了呢？哎，这些年他害的姑娘还少吗？多个隔壁的小贱人怎么了？对，就是。小许是很认同，偏偏他不能把于庭婉怎么样。听到敲门声，小许是慌神，扭头朝外看，就见于庭婉站在了门外，不知站了多久。怎么说人坏话都不会收声啊？哎呦，这是我家，我便是指着你骂，你都得受着。算计落空的滋味如何呀？你也别得意，迟早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原先我想着忍忍再忍忍，没能力前还得伏低做小，可凭什么呢？我如今想明白了，步步退让只会让你这种人得寸进尺。嘿，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，最好冻死在外边。没有胡家哪有现在的你呀？别人都说你懂事儿，全都是装的。我倒是要看看李正还站不站在你那头。是，我是对你不好，那又怎么了？养一条畜生还会冲我摇尾巴呢？你呢？舅母的脸皮是有多厚，才能在我面前盛气凌人的？你非要和我撕开脸皮，无地自容的总归不是我。我要是舅母，但凡还有廉耻之心，也该收收这副令人作呕的丑恶嘴脸。小许是大气都不敢喘，这死丫头是吃了炸药吗？这些年我一直很纳闷，当初爹娘丧生火海，余家也被烧得只剩灰烬，衙门的主捕快怜我，可家里孩子多，实在没法多养。一番周折寻上舅舅，舅舅来时见了我便哭了，说要接我走。我虽年幼，可从未听阿娘提及娘家还有兄长，那些年也从未有往来过。只知他当初走投无路被阿爹救下，两人成了婚，可见他和胡家是有局龉的。我那时小，能怎么办呢？阿爹阿娘舍命救下我，我就是让我好好活着，故我不能被扫地出门。可几日前我进山，无意间听到范婆子说了些话。
你要让我一字一字说给舅母听吗？哼，舅母敢听吗？你说我要是跑到二表哥的夫子面前提上一提，不成，二老未牵涉其中，你不能害他。可当年我娘不也无辜吗？她不也照样被牺牲了？王氏看他的眼神都变了，有了惊惧。当初胡大柱为了此事险些休了他，要不是刚出生的大郎病重需要人照顾，只怕他早就被扫地出门了。我呢，这几日思绪很乱，实在打不起精神去理。我劝舅母，最好还是夹着尾巴做人。那夜之后，王氏安分了不少，可他这种人不长记性。记住了，我要的草药长这样，这是能止血消肿的，你家阿郎用得上。哎，好。行了，分开找吧。虽说分开，可两人之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。你那婆婆的一张嘴呀，真是又脏又臭，看着就生厌。惠娘神色黯淡，死死咬着唇。她骂你也就算了，她竟然还骂我。断肠草药吗？这是要给阿郎以毒攻毒。给你婆婆吃，毒不死的。于听婉从一侧一瘸一拐钻过去。你能给我一株吗？钱老头一惊，这怎么还有人？嘿，我舅母也怪需要的。惠娘暗忖，这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哎呦，这可使不得，那断肠草吃了可是会死人的。我就吓吓他，可我没钱，我能赊账吗？哼，你知道我姓什么吗？啊？于听婉最后没拿到断肠草，垂头丧气的抱起他的大山药准备离开。哎，等等，你这山药卖吗？那你出多少？10文。就这么点钱，打发谁呢？他要是拿到镇上去卖，至少能卖20文，可路还封着。于听婉身上真的1文钱都没了，手上的冻疮被他抓破了，又痒又疼。隔壁吴大婶家的媳妇儿用的药膏给他涂过一回，效果极好，可那1小瓶就要12钱，据说是镇上买的，这会儿可买不着。但他可以给钱让那吴家小媳妇儿匀上半瓶，不然这双手得废了。得了钱，于听婉把山药给了钱老头后，准备下山。他慢吞吞走着，生怕再摔了。身后传来惠娘的唏嘘：哎，那姑娘呀，模样真俊，等我家阿郎身子好了，也要给他聘个漂亮媳妇儿。我呀，就盼着他们小两口能和和美美的。还是别了吧，就你儿子那样的，比狼崽子还狠，没准新媳妇刚一进门就被捅了，丧事喜事都能凑在一块儿办了。于听婉满脸写着问号，他心中暗自嘀咕：那魏慎不是去当兵了吗？怎么行事作风还跟个野蛮的土匪似的？哎，你那表嫂娘家亲戚来了，你可要在我家坐坐，晚些回去。她快生了，娘家过来看望也不稀奇。他虽这样说，可比谁都清楚许家人过来的缘由。这几日风雪大，许家房屋简陋，屋顶都被掀翻了，如何能避寒？家里也就二郎那间屋子空着，可里头有笔墨纸砚那些金龟物，我除了打扫都极少入内，是不方便让亲家住的，只能委屈亲家了。不会。徐母眼底有愤愤，有个读书郎儿子了不起呀，可他又不敢得罪。我们呐，都是乡下泥腿子，5大3粗的，没个分寸。这要是弄脏了弄坏了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是不是？这来前呢，我也和娃说了，胡家的叔叔啊，可是以后的秀才郎，是顶顶有出息的人。这话是数不尽的恭维，也顺了王氏的气。这时于听婉进了院子，她墨发凌乱，衣上也被刮出好几道口子。哟，于表妹，你这是怎么啦？需要帮忙吗？哟，于表妹，你这是怎么啦？需要帮忙吗？这是小许氏的二哥许奋，最是油嘴滑舌。许家拿不出钱给他娶媳妇儿，他就四处挑戏姑娘，
去岁他还上门提了亲，被胡大柱用扫帚给打了出去。让开！一来没见着你，问了才知道你去捡柴火了。哎呦，瞧瞧你都冻成什么样了，这手都勒红了，我看了心疼。小姑娘生得美，雪肤细腻如此，又长开了不少。许奋眼都要看直了。他知道胡家人看不上他，那又怎么样？这次能住进来，便是娶不到于听婉，摸摸小手，亲亲小嘴儿也是知足的。于听婉冷笑，前世的记忆破碎，他并不知道许奋的结局。可许奋这种人浪荡不堪，私下便是寡妇都要勾搭，迟早要翻船。你瞧着有些晦气。小许氏听到这句话已经有心理阴影了。婉娘想来也是累了，着急着回屋歇歇。二哥有什么话晚些再说。他倒是长了记性，于听婉视线一一扫过院子里的人，最后在那闹腾的许家小子身上停留片刻，这才回了屋。关上门的那一瞬间，他听到了许母的埋怨：哎呀，这婉娘的脾气呀是越来越大了，我家老二也是好心呐，是不是？王氏会信这些吗？可他懒得拆穿。站住！别跑！确信夫人，不要惹老爷生气。站住！最后受罪的还是你。乡下来的就是没有规矩。追着于听婉的都是董家帮佣。于听婉眼角含泪，拼尽全力朝人多的地方跑，不敢停下来。他视身后的人为洪水猛兽。空中旋风飞纸钱，这条街处处都贴着丧联，挂着丧幡，处处可见哀悼的悲。直到一抹鲜艳的红在绝望中跌跌撞撞而来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于听完猛地从画面中回神，再无睡意。他不敢再回想，窒息感涌来，心跳如鼓。属于前世的无助悲凄，像是密不透风的牢笼，以无可抵挡的气势将他淹没。小姑娘揪着心口处的衣领，呼吸困难。她迫切地想要离开胡家，一刻都不想等了。爹，我们回来时路上撞见了楚夫子，他见耀祖还留在镇里，有意请他去家里过年。可见楚夫子多看重耀祖，他当大哥的能不激动吗？胡耀祖也欢喜，可同样为难。只是我去了，就不能陪爹和大哥过年了。哼，我身边有你大哥，用得着你惦记？胡大柱也激动，可到底比胡大郎稳重。这是好事儿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呢。楚夫子平时就照顾你，登门可不能空着手。回头看看，拿些什么东西过去，家里可就指望着你出人头地呢。胡耀祖忙应下。胡大郎又向胡大柱吐露打听来的消息。将近年关，来镇里置办年货的人很多，这条路被封了，像咱们这样回不去的人可不少。还有每年收购药材的商队押送货物的镖师，客栈都满了，得亏咱们订得快。附近巡逻的士兵又多了，听说再过些时日啊，边塞那魏将军的棺椁还得从泽县过，那儿离咱们这里不远，街道有好几处都挂起了白灯笼，上京那边更是派了不少官员过来接。仗打赢了，怎么人就死了呢？他还要说什么，却见胡大柱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，反倒紧锁眉心。爹刚才还高兴，这是怎么了？应当是惦念婉妹。你就不惦记？胡耀祖的脸倏地红了。我是忧心你娘亏待她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表妹是爹的亲闺女。你小姑去得早，我多疼她有错吗？还有啊，你那媳妇儿心眼儿多，等她生了你也得管管。只要捂住于听婉的嘴，避免她呼救，我照样能够胡作非为。徐奋眼底的贪婪无处遁形，想到于听婉的脸，他浑身都热了起来。咔嗒一声，里头锁着的门栓被他拨开。也就是这时，屋内燃着的柴火直直朝他脸上招呼。
头发棉衣跟着被点燃，灼烧感锥心袭来，他的惨叫刺破寂静的夜幕。许奋头发被烧焦，脸上也留下明显的烧痕，他身上的火是在雪地里滚了一圈后才灭的。这会儿劫后余生在地上喘着粗气，许家人脸上全是怒意。许母冲上前，唾沫横飞。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呀？我们是住在胡家，可也不是随意让人欺辱的。他欲对我行不轨。王氏哪想到许奋会这般胆大妄为，惊诧之余更遗憾他竟然没有得逞，真是没用。不管如何，你出手伤人就是不对的。要是你许二哥出了个好歹，你让我怎么交代？进你屋就是想对你动手动脚啊！我要是扯你衣服了还是摸你了？你装什么呀装？你要是不勾引他，你要是正经，我儿能摸黑找过来。这些话粗鄙，要是换成别的姑娘早就羞愤欲死了。可于听婉没有。于听婉，你同我二哥有多大的仇，要这样害他？总之啊，这件事要是没个交代，你也别想好过了。这边的动静不小，便连李正都惊动了。哎呀，这许奋之前来提过亲，胡大柱没答应，谁曾想他死性不改，夜里竟想钻进婉娘屋里。他娘如今在里头撒泼呢，说许奋伤成这样，和婉娘脱不了干系，说这屋也撬了，婉娘清白不到哪里去，还威胁婉娘说，若想要名声，就给许奋当媳妇儿。呸！真不要脸，这是想空手套白狼。李正沉了沉脸，刚入内就见地上面色黝黑其貌不扬的许奋。许奋这会儿很得意。嘿嘿，于表妹，你就从了我吧，咱们都这样了，何必再让大家看笑话呢？你敢打我儿？就你这种混账也配肖想我？哎呀，婉娘啊，我看许奋这孩子对你上心，这事儿确实是他不对，一时糊涂这才。可今夜过后，你不嫁他还能嫁谁呀？你便是清白也说不清楚了。依舅母看呢，咱们两家不如亲上加亲。说够了吗？出事到现在，舅母只会向着许家，没为我说过一句话。也对，舅母见不得我好，的确急着要把我推进火坑。哎呦，你怎么会如此看待我呀？舅母一开始就埋怨我伤了她。哎呀，那到底是你表嫂的亲兄弟。舅母的意思是我得咽下这闷亏，他夜闯进来，我不该反抗，便是被欺辱，也得看在表嫂的面上息事宁人吗？王氏瞪大眼，眼瞅着李正脸黑了，连忙否认。哎，可不是啊，我是说胡家就那么点地儿，我又在你隔壁住着，你喊一声我就能来了，如何会让你吃亏呀？如今这闹得整个村子都知道了，对你一个姑娘家有什么好处？这话让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点点头，毕竟家丑不可外扬。我要是不出手，被这畜生玩意捂住嘴，只怕连呼救的机会都没了。即便我呼救了，我也不信你会救我。舅母还不明白吗？我宁愿名声被毁，也不愿把命交到你手里。名声怎么了？算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比保全我自己还重要的？哎，你竟敢！够了，还嫌不够笑话吗？王氏，你是当舅母的人，许家要是个好人家，我也不说什么。可他许奋是出了名的混混。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是西林村，婉娘是我西林村的人，轮得到你说话？管你是不是走亲戚的，我这个李正要是做主，把你们一大家子赶走，也没人敢说二话。今日这门婚事要是成了，日后那些娶不上媳妇的泼皮无赖，岂不是全打着算盘，趁着夜深人静往我们村子姑娘屋里钻？我能开这个先例吗？一时间，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屏住呼吸，化为愤愤。是啊，这可不只是于听婉的事，谁家没有女儿啊？于听婉背脊仍旧挺得笔直，其实他也在后怕。要不是他难眠，要不是
他不敢再多想。你儿子是个畜生，我看一眼都嫌晦气，说一句话都嫌脏。别说今儿他算盘落空，便是得逞了又如何？错不在我，羞愧亦不该是我。当我是那些脸皮薄的姑娘吗？出了事儿被你们肆意摆布还不敢吭声。贱人，你也有脸嫌我？我都没嫌你娘！快闭嘴吧你！后面的话他没能说出口，被小许氏吓得死死捂住了嘴。于听晚他娘的事情是胡家的禁忌，小许氏从醉酒的胡大郎嘴里得知后，没有管住嘴，回娘家后就顺嘴说了出去。我娘怎么了？说呀，让她说。小许氏战战兢兢，别说王氏变了脸色，在场的人情绪都跟着古怪。我于听晚要嫁，对方也得是光明磊落、行得端、坐得正的人。你说我勾引他，这是什么笑话呀？我勾引他，是看上他丑啊，还是为了去穷得叮当响的许家当牛做马？又或者是瞧他有本事，一大把年纪只会偷鸡摸狗，卖弄自以为是的聪明。哼，我怕什么？便是报官，我也不怕的。什么？你要报官？你要是敢害我家老二，我扒了你的皮！要发疯回自己村发去，可这是你家呢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敢这样，真以为西林村的姑娘好欺负？就是当我们好欺负的。滚回去！随着这一声落，村民齐齐抄起院子里的家伙，将许家人围住。许父惊慌了。哎，你们这是要打人呐？他上了年纪，较浅，在许奋轻手轻脚离开灶屋时就醒了，可他从头到尾都没拦。这会儿恼许奋没用，一个娘们儿都对付不了。婉娘，你要是不愿意嫁，我们也不强求，我让二弟给你赔个罪，你也别抓着这件事儿不放。啊，赔罪啊？那我把许奋阉了，回头给他赔个罪，你看成不？这会儿天黑，不好赶路，也就算了。王氏，明天一早，许家人必须离开。王氏有些不情愿，人一走又是他自己干活，可李正说的话他不敢反驳。不成的，我们房子都不能住人，能去哪儿啊？天冷成这样，不就是让我们一家人去死吗？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。落难来投奔，一家老实也就算了，偏偏还一肚子心眼儿。便是那王氏愿意让你们住下，我们也是不答应的。这种亲戚，换成我呀，一辈子都不愿意往来。就是，那就去死啊，免得再祸害别家姑娘。八娘啊，这到底是丑闻啊！我知你受了委屈，许奋生了歹心，可到底没成事啊。如今他也伤成这样，衙门是不管的，闹大了对你也不利。这些年你舅舅待你如何也无需我提，你不在意被外人指指点点，可总要为他和耀祖考虑啊。你呢是个好孩子，应该不会让他们为难的。这件事啊，我们身为外人到底不好处理，你看这样成吗？不如先放着，等你舅舅回来，他要怎么料理许家，我绝不拦着。于听完也不意外李正会和稀泥，也是，出事的又不是他女儿，是做不到感同身受的。他一个双亲死了的姑娘，如何能比得上读书郎啊？他还不至于蠢到和管着西林村的李正硬碰硬。他半垂着脸，似在纠结。李正见他前一秒还在咄咄逼人，这会儿有松懈的意象，神色也跟着温和。是有什么困难？胡家我是没法住下去了，先是董家，又是许家，下一个又是什么？他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李正对王氏的所作所为也很失望，别说于听晚不放心，便是他也不放心。这事儿好办，你舅舅回来前，你就住我家。家里是多了一张嘴，可等胡大柱回来接于听晚，也不会白白占他们便宜。于听晚却是没有应下，他搬出胡家就没有打算再回来。住在李正家里得应付一大家子的人，
进进出出也不方便，他也不愿意欠人情。李正见他迟疑，便说：你若是怕添麻烦，村里倒是有个空置的老屋，虽然年久失修，但收拾收拾也能住人。于廷婉当晚就搬进了老屋。哎，婉娘，我有个侄儿，他……哎呦，范婆子，你做个人吧，你那侄子是个哑巴，你还想介绍给婉娘？哎呀，去，哑巴怎么了？要不是侄子是哑巴，他还看不上于廷婉呢。哼，孩子，我是真觉得你们合适啊。于廷婉暗忖，我还得谢谢你啊。哼，这不会说话吧？哎呀，他也有不会说话的好处啊。啊，什么好处啊？范婆子一梗，接不上话了。于廷婉只好贴心的替他回答。这日后若有了分歧，他都没本事和我吵。对。哎呀，我还有一个侄子。你可闭嘴吧！你另外这个侄子就更不行了，心智不全。哎呀，都28了，还会拉裤子。上次你给他洗那裤衩子，他转头光着腚就跑出来了。哎，我都看见了，那玩意儿跟针一样细。真的假的呀？笑死人了。乡下人说话也没个顾忌。于廷婉虽未经历情事，可也知道寻常夫妻要做亲密事。胡家小，每次胡大郎和许氏房里闹出动静，都会吵到他歇息。何况乡下野犬不少，于廷婉也不是没有见过公狗趴在母狗身上。于廷婉光是想想就头皮发麻。细不好吗？那不然得多疼啊！这要是细的，完事了都会以为他没进来。嘿，对，就找细的。于廷婉受到了启发，他要找就找细的。虽这么想，可于廷婉也没有办法相看的时候扒对方的衣裳呀。李莲是最后一个走的。你从胡家带来的被子我看着薄，夜里冷，多烧些柴火。家里这几日忙，我也就没出门。可你的事儿我都记在心上呢。明儿去吴屠夫那边拉猪，我和他提提你，要是他愿意我让他尽早抽出空来见见你。于廷婉一听这话，心安了，告别了李莲，他回了屋，关好门栓，这才有机会好好打量这间老屋。于廷婉里里外外擦拭，腿上擦破皮的地儿还未结疤，稍不注意就会拉扯到。他动作很慢，可好在也不赶时间。这里以前是有人住的，虽没有设灶屋，可于廷婉也在角落找到简易的锅，破的，但底部没有问题，将就还能用。他洗干净，煮了一些热水，打扫好，都是晌午了。于廷婉也跟着热出一身汗。婶子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你送些吃的。吴大婶掀开篮子上头的布给他看，里头有好几个粗粮馒头。于廷婉便猜出他的来意。多亏你提醒我那儿媳了，要不然就要出事了。那许家小子还真是害人不浅。李正不是赶他们走了吗？怎么还是出事了？是赶了，可那腿长在他们身上呀，磨磨蹭蹭的，就是赖着不想走，还想让你舅母出修屋顶的钱呢。于廷婉暗忖，王氏这个铁公鸡怎么会肯？当时急着赶路，我也没多留意，这本来都好好的，可没出村子，前面的石寡妇家里突然就窜出一个人来，就往秀芬的身上撞啊！哎呦，这要是撞到了，那还了得！好在有我陪着，要不是我力气大呀，要不是我拦得快我呸！那狗娘养的玩意儿，他们许家上下都懒得跟，小小年纪就当贼，把石寡妇的钱袋都给偷了。要是秀芬肚子里的孩子出了事儿看我不打死他！你也别跟婶客气啊，如今住外头没粮食，你吃啥呀？婶最会做馒头了，你尝尝。回头我们秀芬生了，一定要请你到家里头吃饭的。于廷婉笑笑，那个时候她早把自己嫁出去了。惠娘，这是又要去送饭呐？对了，你家阿郎如何了？
钱大夫说啊，再过些时日稳定些，就能搬回来养了。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要是撑过去啊，回头送去镇上医馆，人要是好了，你也就有指望了，不是？对了，这个是婉娘，是胡大柱的外甥女，昨儿啊刚搬过来的。知道你忙，回头等阿郎搬回来了，你也得闲了，可得多多来往。谁不知道魏家阿郎的能耐啊？那可是战场上待过的人，住他家隔壁啊，谁还敢打你的主意啊？这不方便吧？也没什么不方便的，只是这孩子吧，他非说自己不是阿郎。啊？这，我就问他，那你不是阿郎是谁呀？他怎么说呀？他就沉默了。你看，打不上来了吧？哎呀，他也不认我们，可他转头就把枕边的平安符挂脖子上了，再然后怎么逗都没个笑脸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想走，不过吧，这人还没从床上爬起来，就被钱老头给摁回去了。这孩子吧，应该是那日从山上摔下来，把脑子给摔坏了。哎，还记得吗？你6岁那年呐，和同龄人打架，没打赢，还磕碎了一颗牙，是一路哭回来的。魏昭一眼不眨地看着床底，那真是个孬种。你呀，最爱哭了。自魏昭父亲离世，他就不知眼泪是什么了。魏守忠说什么，他都无动于衷。哎，喝药！你小子不是魏家军的吗？等身子好了，魏将军的棺椁经过泽县的时候，你还能去磕一个。他磕他自己。那魏将军可是顺国公府邸的独苗苗，听说死讯传入上京，顺国公夫人直接就病倒了。圣上痛失爱将，为这事儿还罢了好几天的早朝呢。魏昭眼神空洞。钟永侯世子不肯信，红着眼把报丧讯的将士给揍了一顿，说魏将军从他这儿借的银子还没还呢。魏昭眼珠子动了动。那魏将军还会穷到外头借钱？哎，都死无对证了，还不是那世子随便瞎说呀？哎呀，消息传开以后，不少有头有脸敬仰魏将军的人寻上钟永侯世子要讨个公道，不许他污蔑。可钟永侯世子说，那钱是用来改善魏家军伙食的。追过去的人都感动得跟什么似的，说魏将军的确无私，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。没过多久，不少人借着魏将军的名义登门帮忙还钱呢，还。魏昭嘴里终于溢出一丝冷笑。不用猜也知道了，萧怀言这家伙来者不拒，死人的钱都赚。我就不刻意介绍了，大家都是实在人，你们也都到了成婚的年纪，不必走虚的。老头子，外面衣裳洗了还没晒，你过来帮帮我。他有意让两人说说话，不怕单独留两人在屋里会怎么样，毕竟门开着，在院内可以随时盯着，行事也算妥帖了。你会做饭吗？会做饭。我烧饭不太好吃。吴屠夫过来以前，本想着姑娘还凑合的话，就把事情定下来，两人相互不嫌弃。家里有了婆娘以后，一日三餐也有了着落了。可现在嘛，吴屠夫不敢多看于廷婉，眼里的欢喜怎么也藏不住。我爹娘死得早，这些我是做惯的。那你准备出多少聘礼？那你要多少啊？我这次出门就带了3两银子，你看够不够？在西林村，3两银子已经够体面了，可他有些后悔，早知道应该多带些银子出门的。我是没有什么亲戚，平常也不和邻居来往，家里有3间屋和1间灶屋，院子里面有井，挑水方便。我是杀猪为生的，没田。你要是跟了我，不用你下地。我这些年也存了些银子，减去聘礼，估摸着还有6两，我回头都交给你。他说的口干舌燥，将底儿都透露了。
最后才小心翼翼地问：那你觉着我怎么样啊？年前寻个日子，咱们把事儿办了。哎，行啊，那我现在就去你舅母家。啊，我如今搬去村里的空屋住了。我听说了，那个聘礼该给长辈的。啊，给我就行了，王氏可不会准备我的嫁妆。没事儿，家和万事兴，就全当吃亏了。我也知道他对你不好，可对长辈有些事情不能太计较，这总不能彻底断了来往。娘家也是你的底气啊。他发自肺腑，可于天婉的神情却彻底淡了下来。我想我们不合适。于天婉抬步朝外走，李莲见情况不对，连忙追了出去。他没急着拉人，等和于天婉一块儿出了院子，才追问：怎么了？前面不是才谈得好好的，怎么就聊崩了？我这人性子直，讨厌一个人便是打心底里讨厌。我能搬出来，就不会想着向王氏去求和的。他那人呐，就是一根筋，看重亲情，可也没说错。你要是和他好好说，他还是会站在你这头的。再说了，你还真打算不和胡家来往了？你这孩子气性也太大了，你舅母不行，舅舅你也不要啦。可婆婆，我委曲求全了近10年，够久了。吴屠夫是好人，也是真心实意为我考虑，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。想法不合，我不会改，也没必要让他迁就我。不过相看而已，不对劲儿就早些及时止损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婆婆，你再帮我物色物色，越多越好。你当男人是街上的白菜呀。李莲明白了，于天婉下了决定就不会回头了。于天婉告别了李莲，很庆幸吴屠夫没有纠缠。风有点大，刮得脸疼，他把头埋下来。雪天路滑，他走得很仔细。茫茫天地间，孤寂一片。当家的，你可稳当些，阿郎他身上还有伤呢。哎呀，行，我心里有数。于天婉蹙了蹙眉，朝前方声源处看去，远远瞧见魏守忠拉着驴车过来。阿郎啊，咱们村这些年呀都没怎么变化，你多看看，没准就想起来了。魏昭眸色沉沉，这些时日，他的耐心已经被这对夫妻消耗殆尽。这两人认错人，不惜砸锅卖铁也要攒钱带他去县城，就不怕钱花了他照样救不回来吗？他要是想活着，就不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。同样，他要是想死，谁也拦不住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如今住在村委，不和你奶他们在一块儿了。这些时日在钱大夫那儿，你要能看得出来，你也一定是急着想回家看看的。魏昭不想，他唯一想的就是让眼前这两人别管他了。听着妻子的话，魏守忠眼里也有了笑意。本以为儿子战死，女儿又出事了，他和婆娘曾一度想不开，如今阿郎回来了，日子也有盼头。对了，咱家养了几只鸡，都能下蛋呢。娘呀，每天给你煮一个。阿郎想不想吃鱼啊？娘回头让你爹去河里看看能不能逮到鱼，娘用豆腐给你炖汤喝，好不好？魏昭依然眼神空洞，没有回应。家里这些年也没攒什么积蓄，但我和你爹商量好了，等回头忙完了春耕，你爹他就去码头搬货，娘呢就编些筐子，县里赶集的时候拿去卖。要是没有姑娘看上你啊，咱们就多攒点聘礼，他们看在钱的份上，也一定愿意和你好好过日子的。你要不要听听？你在说什么？可魏昭照样没反应，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在意的事。就算有人这会儿指着他的鼻子骂，魏昭也不会不，他会拉着那个人一起死。在他们靠近的那一瞬，小姑娘视线不受控制地朝驴车上的人落去。这个角度，她只看到了魏慎的半边侧脸。可即便如此，于天婉也足够震撼。
他很苍白，更多的是病态。还不等他收回视线，魏昭有所察觉，眼神锋利地投了过来。于听婉心头一骇，下意识后退几步，可腿却是莫名一软。他眼前一黑，有画面在他眼前闪过，同样是敲锣打鼓声，入目依旧是喜庆的红。于听婉心口莫名一紧，他看到了坐在喜床上的新娘正盖着盖头，他心乱如麻，以为又是在董家。不过这里的喜房很简陋，可布置却很用心。咯吱一声，门被打开，新郎官被人推搡着进来。于听婉定睛一看，这不是刚刚还在驴车上半死不活的魏慎吗？婉娘，婉娘你怎么了？有焦急的嗓音从遥远的天际传来，缥缈又空灵。于听婉茫然的左看右看，却什么也捕捉不到。也是短短的一瞬，老旧的床榻发出了沉闷吱呀声，新娘被魏慎压在身下，2颗扣子已经解开，露出一截银白的脖颈。魏慎说话了，带着惊讶：怎么那么白？就这么急不可耐吗？那刚刚端什么？于听婉刚要笑话，也在这时看清了新娘的脸，她嘴角的笑意倏然消失，没有谁能比她还熟悉这张脸了。于听婉的手抑制不住地抖了起来，竟然是她自己。哎呦，婉娘，婉娘！于听婉艰难站直身子，眼里也一点点有了焦距。哎呀，可是哪里难受啊？脸色也不好看。走走走，我送你去钱大夫那儿看看。我没事，就是很荒唐。他的前世记忆不应该有魏慎娶妻这件事啊！于听婉呼吸急促，答案只有一个，他方才看到的并非是前世，而是以后要发生的。婉娘啊，咋的了？怎么老盯着我家阿郎看呢？于听婉总不能说仔细看看以后压我身上的人，他的回复苍白又含糊。我就是觉得他挂在脖子上的平安符好看。魏昭先是拧了拧眉，把平安符拨进了衣裳里面，贴身戴着。做好这些，他也不顾伤口，直接翻了个身，背对着于听婉，继续发呆。我又不抢你的。魏昭这一番动作把魏家夫妻吓得够呛，虽说没有扯到伤口，可仍旧心有余悸。夫妻俩不敢耽搁，见于听婉真的没事，生怕魏昭又出什么幺蛾子，急着往家赶。于听婉目送驴车远去，想到魏慎娶她那不情不愿的姿态，他决定先不管了，相看还是要继续相的。回老屋的路上，于听婉瞧见一群妇人围着说话。瞧见傻姑了吗？他娘又四处寻他了。一定是又被哪个混小子用1颗糖骗去滚草垛了，没羞没臊。这本来就不聪明，这下更傻了。每次从外头脏兮兮回来，衣衫都是乱的，脖子上都是那印子，还只会傻兮兮对人笑。我要是他娘，早就掐死算了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于听婉不愿意听这些，更不愿口舌他人是非。范婆子见于听婉不打招呼，直接绕过他们走了，撇了撇嘴。哎呦，以前也不愿意露脸儿，也不怎么出门，你看现在恨不得天天往山上跑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又有没成亲的小伙子，你看看追出门看呢。哎呀，婉娘是正经人，那些朝她吹口哨的小伙子，她都是不搭理的。可他长成那狐狸精一样，哪有那端庄的样子？哎，你这话不对啊，他没偷没抢的可没错啊。哎，我听说他家里没出事前是读过书的，能识字的人多半是明事理的。范婆子还在记恨于听婉看不上他那2个侄子的事。那谁说的准呢？他娘都不会说话就闭嘴，整日只会东家长西家短，你不知道你这样很讨人嫌吗？就没见过你这么没良心的。之前搬出王家时，我可是为你说话也出了力的。帮我？哼，别人帮我那份感恩我记心上了，可你存的什么心思？当我不知吗？你和舅母不和，见不得他好，这才巴不得我们掐架。他要是和王氏相处和睦，那范婆子照样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了。傻姑是当年遭了罪，受不了刺激，这才痴傻的。我要是没记错，
他没出事前，不少人想着求娶，你也是为了那2个侄子去他家里撮合过的。他娘骂你烂了心眼，把你赶出去，你心里不痛快很久了吧？他们母女相依为命，本就艰难，不求你感同身受，但你好歹做个体面人，往别人伤口上撒盐，觉得很有本事吗？傻姑心智不全，那些人见他好骗，下流不堪，不是个东西。那背后说三道四的你就是了。扔下几句话，他压根儿没去看范婆子的黑脸，就打算回去。那些妇人面面相觑，实在是被他那厉害模样给唬住了。这几日他极会犯困，觉多，像是恨不得把前几年没有休息的全补全了。他躺到榻上，用被子把自己裹紧。等日后手里有钱了，我一定买条厚实的棉被，就和魏慎今日盖的那样厚，我就不会半夜被冻醒了。魏家二房穷，可对这儿子是真舍得。他爹娘要是还在，也一定会对他这般好的。于天晚是被隔壁的香味勾醒的，这会儿将近黄昏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是炖鸡的味道，空气里香味霸气弥漫，缠绕鼻尖。于天晚都要忘了上次吃肉是多久之前了。吴大神给的馒头早就吃完了，于天晚把野菜洗了，和蘑菇一块儿放破锅里煮煮，没有油盐这些调味剂，味道自然好不到哪里去。好在他也不挑，魏家炖鸡，于天晚吃野菜蘑菇。第二天魏家烧鱼，于天晚吃野菜蘑菇。第3天李正家选了个吉时，把从吴屠夫那里买来的猪杀了。于天晚闲来无事，也去凑了热闹。他没钱买肉，但也有他的目的。李莲正在清理院子里的血渍，于天晚就凑了过来。婆婆。李莲看到他就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婆婆，都2天过去了，我真的很急。嘿，你这刚要打趣，嗓音却被前面尖酸的声音盖住。呀，这不是弟媳吗？你竟还有钱来买肉啊！尖嘴猴腮的妇人堵了惠娘的路，高高在上的架势尽显优越。瞧瞧你们夫妻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，非要给阿郎治病，还抢了娘的钱袋。娘这几日被你们气的都吃不下饭，人都消瘦了，你们夫妻倒好，竟还吃香的喝辣的。大嫂不要在我和当家的身上安罪名。什么叫做娘的钱？那本来就该是我们二房的钱。魏家可是没分家的，什么叫做你二房的钱？2家是没彻底分家，可当年你们就以家里的屋子不够住，把我们赶出来了。这些年也一直都是分开过的。呦，可了不得！儿子回来了，身板直了，都敢犟嘴了。我都要看看你买了些什么。等看到里头几根剔光了肉的骨头，还有寒碜的猪肠时，眼里也添了鄙夷，嫌恶的后退了几步。你休要欺人太甚了。哟，这没人要的东西，你竟然也吃得下嘴？怎么，钱用完了，又准备哭穷了？我可告诉你，别来大房借钱，我们可不愿去堵你那个无底洞。本想着你们可怜，我就吃点亏。可今儿大家伙都在，我就把话撂这儿。等魏慎死了，你们再转头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再答应过继儿子过去。他这几句话直往人心窝里戳，惠娘脸色煞白。哎呦，对不住，看到脸皮厚的人一下子没忍住。庄梅瞪过去，他知道于听完那张嘴的厉害，刚想骂，却被过来买猪血的王氏拉住。哎呀，他要没点你，你要是计较了，回头他轻飘飘的来一句没说你，别对号入座，你不就成笑话了？庄梅一听觉得很有道理。啊，可我说的就是他呀。你个小贱人，都吵什么？婉娘说的有错吗？啊，你忘了当初是如何跪在地上求惠娘的？你臊不臊啊你？你不想儿子征兵，花钱请衙门下来登记名册的捕快喝酒，直接把侄子的名顶上。当年的事儿，我要是不提，你是不是都忘了？啊，如何好意思在这同他吵？他这么一提，年长些的妇人也都想起来了。
这事是我错了，可我也没办法呀。当兵那么苦，一不留神是要没命的。你家魏慎整日上蹿下跳，还能下河摸鱼，一看呐，就是习武的好苗子。那我们家阿郎就活该吗？你舍不得自己儿子送死，就把我们家阿郎推出去。魏慎可是要比魏启天还小2岁呢。这么多年前的事了，有什么好提的？原来是知道亏心呐。魏家阿郎回来也有些时日了吧，也没见他们大房过去探望，实在不地道。是啊，秦天如今娶了妻，都当爹了，他堂弟却伤成那样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就不怕受报应吗？吃绝活不是这么吃的。不过是妇人之间起了口舌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你是李正，也管不着。哼，要是不服气啊，就让你男人过来和我争啊！你婆婆也是，魏家小子要敬仰，她日日过去吵闹，有个阿奶的样子吗？庄梅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呀？她跺跺脚，对惠娘放狠话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哼！这名字要是错了，可以去衙门报案啊。为什么最后还是魏慎顶上了？唉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当初守财夫妻和魏老太瞒得严实，时间一到，那些入册名单的人就得去衙门，再由衙门统一往上送，上头集中操练，各军营陆陆续续会派人过来挑，挑中了就会领走。去衙门那天，是大房夫妻陪着一道去的。魏老太说兄弟一场，让魏胜也跟着一道过去送送。唉，哪料到这其中会有猫腻和算计啊！谁曾想到魏慎就再也没回来，而本该去征兵的魏秦天却跟着爹娘回来了。等惠娘追去衙门，魏胜早就被送走了。这种事儿能怎么闹？怎么就不能去衙门闹了？征兵不是小事，弄错了人也算是县令渎职，他如何会接这个案子？惠婶他们要是不管不顾，真有本事闹到军营，这魏家上下只怕也要跟着掉脑袋。而魏家没有分家，这件事二房也落不到好处。魏慎去军营已成定局，改不了。惠婶子还有个女儿，魏老太就是算准了这2点，才敢这么大胆。哎呀，你这丫头啊，要是男儿身，只怕不比耀祖差。于天婉笑笑，若有所思。第3日，隔壁做了酸菜猪大肠，也不知惠娘怎么做的，没有半点怪味，香味异常霸道，直往于天婉的鼻子里钻，好像很好吃，把她的馋虫都勾出来了。蘑菇吃完了，家里只有水煮野菜，放的时间久了，野菜都蔫巴了，没滋没味的。小姑娘垂头丧气，陷入冗长的沉默，头一次生了不该有的想法。如果她嫁给了魏慎，是不是也能吃猪大肠了？这种想法很危险，于天婉忍痛否决了。魏家，惠娘坐着纳鞋，魏守忠煎药，夫妻俩时不时抬眸去看榻上的魏昭，他还没睡，就那么死气沉沉看着平安符发呆，和行尸走肉无异。这几日不见他有过激的行为，夫妻俩已格外满足了。明儿啊，娘用萝卜炖骨头，阿郎可要多喝几碗啊。魏昭不想说话。他会的。猪肠还剩下不少呢，这玩意儿没人买，我就全提回来了。我想着一半拿来炒，一半呀回头卤了留着过年。阿郎觉得怎么样啊？他觉得极好。真的好吵。我明天呢就去寻李正。啊？这些年我没本事，让你跟着受苦了。惠娘摇头，何尝不知魏守忠也在熬。魏守忠抬手去擦惠娘眼角的湿润，就发现魏昭看了过来，也不知他看了多久，还用那种奇怪的眼神。魏昭的确困惑茫然，他见惯了人性的丑陋和虚伪。高门大户里貌合神离的夫妻还少吗？那些个阿杂货色做尽了表面恩爱，
只为眼下背地里见不得人的肮脏事。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，这魏家夫妻怎么就没有闹过一次红脸呢？惠娘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不对，这隔壁怎么还没动静啊？一大早的就见婉娘背着背篓出门了，可别是出事了吧？啊，也许是早回来歇下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得去瞧瞧。婉娘，婉娘你在家吗？婉娘。哎，婶儿。哎呀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到底是不安全，哪个村子没有地痞流氓的？这天黑不好走路，下次记着啊，还是要在日落前归家才好。惠娘摸了摸她的手，哎呦，瞅瞅这手跟冰块似的。走走走，快些回去。于廷婉眨眨眼，她和惠娘也不熟吧？惠娘视线往下，看见于廷婉穿着的布鞋被磨破了不说，早就湿透了。于廷婉冷得恨不得把自己蜷缩一处，只露出一双可怜兮兮的眼眸。惠娘心里不是滋味儿。哎，你等等。她回了魏家，很快取了一双半旧的棉鞋。拿着，要是不介意呀，就凑合着穿吧。于廷婉没动，她目光多了层审视。婶子想在我身上得到什么？知道防人啊，是好事。惠娘把鞋子往于廷婉怀里送。这是小娘生前穿的，婶子也不图你什么，就是觉得当初要是有人愿意拉上小娘一把，她也就不至于。她一顿没再继续说，只是道：不提了，凉气入体，日后可是要遭罪的。你还年轻呢，这往后日子长着，咱们住得近，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，你可别不好意思提啊。婶子知道你们姑娘家呀脸皮薄。于廷婉沉默不语，她抱紧布鞋，半垂着脑袋。上次这么在她耳侧碎碎念的还是阿娘。天色已晚，于廷婉回了老屋，凑合着弄了一些吃的，洗漱一番便躺到了榻上。明明很困了，可她却无法入睡。于廷婉抿了抿唇，侧头去看那双棉鞋，里头塞足了棉花，针脚细密，一看就保暖。惠娘平时省吃俭用的，可对一双儿女是真舍得。于廷婉鬼使神差的从榻上坐了起来，给自己穿上，下地走了几圈，很温暖，很舒服，也合脚。翌日竟然是难得的艳阳天，光线暖融融的，好似能驱走冬日的寒。魏家的门半开着，院子里魏昭被安排在摇椅上晒太阳，他闭着眼，深情寡淡。惠娘在边上编织箩筐，于廷婉是这时来的。这些野果我吃不完，给婶子拿了些过来。哪里是吃不完呢？野果难以饱腹，她分明不够吃。惠娘看过去，于廷婉手里的野果长得圆鼓鼓的，应该是挑最好的洗过拿过来的。这些野果不值什么钱呢，回头我要是摘了更好的再给你送过来，不白拿你的鞋。不等惠娘拒绝，他就往惠娘怀里塞。惠娘见他态度坚决，就知道这姑娘心气儿高，不愿意占便宜，也就不和他客套了。我能向婶子买些菜吗？于廷婉把几文钱送到惠娘眼皮底下。你这孩子哪能收你的钱呢？你等着啊，我这就去取。他一走，于廷婉开始打量魏家的院子，不算大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看着看着，他看向院子里的魏昭。魏昭穿着粗布棉衣，不是喜服，合着眼，时不时低咳几声，脆弱易碎，眉眼轮廓透着几分缠绵的病气。明明不是那个压在他身上夸他白的人，可于廷婉就很不自在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那时候的他看上魏慎哪一点了。小姑娘的打量肆无忌惮，毫无掩饰，将魏昭从头到脚来回打量了3回，也想不出个答案来。魏守忠，老娘把你养大是为了你来气我的，哼！你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？把钱给我！这个病秧子有什么好治的？我是为了你好。想到如今外头都在数落魏晴天丧良心，不去探望魏慎，魏老太就火大。魏慎有什么可看的？晴天媳妇又怀了，他能过来占晦气？哼！
魏慎就该给青天挡灾，他怎么不死在外头，回来做什么？当初这决定是老娘做的，你们敢不服气吗？哼，你们不要不知好歹。青天这孩子懂事孝顺，愿意过继给你们，你们都得去烧高香了。啊，又开始了。这魏老太白天都要过来嚎一嗓子，往前他出门不在家就算了，以后岂不是要天天听他吵嚷？魏慎还要静养呢。正想着，他看见魏昭有了动作，男人掀了掀眼皮，慢悠悠站了起来。躺着时不明显，站起来后竟然很高大。他有些站不稳，应该是扯到了伤口，可魏昭丝毫不在意，也不在意边上有什么人，伸手去提正咕噜咕噜煮着药的药壶。于听完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，他甚至猛地倒吸了一口气。天啊，这可不得烫掉一层皮啊！魏昭常年练武，手上有厚厚的茧子，他像是毫无知觉般朝外头走去。外头的魏老太正骂得起劲，门突然就开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滚烫的药汁就泼了过来。于听婉从正愣中回神，魏老太年纪大，可身子硬朗，要是抓狂扑向魏慎，那还得了？他冲过去，在魏老太疼得弓起身子的时候，关上了门，还不忘锁上了门栓。动作行云流水，将魏老太的跳脚痛嚎以及恶语脏话隔绝在了门外。于听婉其实能理解魏慎，都被欺负到家门口了，便是泥人都有脾气，他要是魏慎，别说身体差，就算入土了，都要从地里爬出来给魏老太点颜色瞧瞧。你的手还好吗？魏昭刚闭上眼睛，想到了什么，又看向于听婉。他刚刚问什么来着？魏昭试着想了想，他也难得愿意开金口回应他。许久没有说话，嗓音有些哑。哦，不认识。啊？魏老太天天过来骂你去死，你会不知道他是谁？于听婉陷入茫然，很快反应过来。哎，不是，我也没问你这个呀。哎，怎么比我还敷衍？我问你手怎么样，你倒好，你告诉我不认识外头的人。他去看魏昭的神情，看出了魏昭对这个答案很满意。地窖的惠娘依稀间听到魏老太的声音，便心下一咯噔。她顾不得太多，抱着几颗菜就追了出来。她看到的是平静的魏昭，沉默的于听婉，还有地上滚着的药壶，耳边充斥着外头魏老太癫狂比以往的要脏很多的叫骂。你个狗娘养的小畜生，是要遭天谴的！哼，你有本事滚出来！当初你娘生你，我就该把你掐死！哼，不尊长辈的东西，我要把你逐出家谱！门被惠娘打开，她看到魏老太的样子一愣。这咋的了？她扭头看了一动不动的魏昭一眼，想到阿郎如今六亲不认，自己都捅，给魏老太一个教训也是说得过去的。就在他出神之际，魏老太冲了过来，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狠狠往下扯。说，是不是你教的？放开！惠娘吃痛挣扎，发髻被抓得凌乱，还硬生生的被扯了不少发丝下来。王千娘如何疼魏青天我不管，反正你的眼里只有长房，从来都没有将阿郎和小娘放在眼里。如今阿郎回来了，娘要是见我母子不痛快，那就少往这边跑。你心里顺气儿，我心里也顺气儿。可是娘都做了些什么？日日过来责骂，日日恨不得阿郎就那么没了，这像是阿奶做的事吗？娘，你又做什么？我都说了，你有什么不满的，冲我来。你要打要骂，我绝不还手。你冲惠娘撒什么气？你眼里只有你婆娘，老娘都被泼成这样了，你就没长眼吗？是的，魏寿忠眼里只有婆娘和儿子，真没留意到魏老太的不对劲。魏老太也看到了李正他们。哎呀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快给我做主！哎呀，看看，你们都看看，二房的人是要造反啊！李正和各魏家长辈面面相觑，除了李正心里有些猜测，其他人并不清楚魏寿忠把他们请过来是为了什么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寿忠啊，你娘生你养你。叔公啊，您不是说要看看阿郎吗？快进家里坐呀。
惠娘，给长辈倒茶。哎，阿郎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你可得好好养身子。哎，守中啊，家里的钱要是不够了，我那儿还有些啊。咱们把阿郎治好了，比什么都强。见魏昭没有反应，魏守忠催促：“阿郎，说话呀！”魏昭难得愿意给面子，有气无力的开口：“不用了。”哎，阿郎这几年在外头很辛苦吧？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你这孩子呀，哪里能拿刀杀敌呀？阿郎，说话。我很少用刀。他语气很平淡，却说着惊世骇俗的话。魏家军驻守边境，很少有蛮敌不要命的过来送死。不过我闲来无事，会去敌方驻扎的军营，割几个头的脑袋，劈成2半，血淋淋黏哒哒的，给他们的帝王送礼。所以我和蛮夷帝王也算是密切。啊，这魏慎为了面子还挺能吹啊。不止于听婉这么想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这么想。见所有人都不信，魏昭也不在意。阿郎啊，我是你叔曾祖父。阿郎，快叫人。挺会活啊。于听完无语，这个魏昭他真的只说自己想说的，至于别人说了什么，他长耳朵但是可以不听。嘿，我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你们看不见是吧？啊，对了，哎，你身上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视线狐疑，看向惠娘。惠娘是老实人，刚打算把魏昭做的事揽到自己身上，就听魏守忠沉沉地说：“哎呀，叔公啊，婉娘什么秉性，您会不知道吗？她污蔑惠娘的事儿也不少了。惠娘性子温顺，还能对她动手了？”这话让所有人点点头。哼，不是他，是这个小畜生。人群安静下来，魏守忠沉默了。惠娘不会动手，可阿郎还真说不准。李正却气笑了：“哎呀，守忠他娘啊！你要编也编一个像样的。阿郎伤成这样，可怎么泼你啊？他站起来泼呀！”哎呦，你当阿奶的过了啊！阿郎都这样了，怎么还想着毁他名声啊？哼，你看看他说话都没劲儿，你再看看你，嗓门大的喊一嗓子都能传到村口。你说他对你动手，就算他真站起来动手了，你还能躲不过？嘿，你们咋不信我呢？我有病啊，自己泼自己。你们看看啊，看看我脸都烫肿了。这话也有道理。所有人看着虚弱无所谓的魏昭，又看着气得跳脚的魏老太。魏老太气急败坏地扫视了一圈。哎，当时你也在院子里，你一定看见了，你说是不是他？于听婉隔着长长的距离对上魏昭平淡的眼眸，魏昭好像丝毫不慌，也不在意于听婉会不会揭穿他。哎呀，你说呀，快给我作证！你这老太太怎么还讹人呢？啊，你撒谎！是，我是住在隔壁，可和惠婶子都算不得熟。今儿我也是头回过来，厚着脸皮来买菜的，为何要帮着他撒谎呢？魏老太哪里想过于听婉睁眼说瞎话。我打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！啪的一声，力道并不轻，他的头被打偏。哎呀，你们都串通好的吧？够了！你有当娘的样子吗？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守忠是你仇人呢。当时家里就那么几个人，还能查不清楚了？惠娘，发生了什么？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要是你婆婆污蔑你啊，我们这些老骨头自然站在你这边。可若是你们一家子欺负她上了年纪，我们也是不许的啊！听他这么说，魏老太也舒坦不少。他高高在上的扬着下巴，倒要看看惠娘如何巧舌如簧。惠娘老实，不会说谎，脸上闪过慌乱，支支吾吾也不知怎么开口。我来说吧，当时惠婶子去地窖给我取菜了，她并不在场，守忠叔和几位长辈在一起，动手的也绝不会是他。
见几人看过来没有打断他的意思，于听婉便条理清晰，继续往下说。当然也不是我和他无冤无仇，他人品又不行，我躲都来不及呢，何至于故意挑衅同他杠上？我总不至于搬出来的日子太平，非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吧？是这个理儿。李正点点头，他转头对魏家长辈说：这姑娘不爱与人起纷争，向来都是个好性子。李正说的话，魏家长辈都是信的，可一个个排除，那不就只剩下魏慎了吗？哎呀，我其实也觉得怪呢。当时这老太太过来就在外头叫骂，许是见我们不曾理会，便不舒坦了，中了邪似的闯进来，万分挑衅，端起还在煮着的药就猛往自己头上浇。于听婉说的格外真诚，还不忘受惊的拍拍心口。可真是吓坏我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魏老太这人是缺根筋，凡事斤斤计较，可他要泼也是泼魏慎呐，怎么还往自己脸上招呼了？我也纳闷呢，这好端端的怎么就失心疯了？不过现在我想通了。于听婉张嘴就来，还将漏洞也补上了。一嘛，把药倒了，是不想让魏慎治病，毕竟大房子孙多，养不过来了，得让手中书帮忙分担分担。二嘛，就是栽赃陷害了，这些时日他骂也是骂了，闹也闹了，偏偏二房忍气吞声，就是不接招，不起冲突，一再登门刻薄刁难，错的只会是他也吃了不少闭门羹了。也就难得聪明了一回，故意把自个儿弄成这副惨状呢。这任谁见了都不会怀疑是他自个儿下的手吧？二房就这么几个人，总有人背着黑锅。所有人都被于听婉的说法带着走，毕竟这是唯一的解释了。而后见诸位长辈都站在会审这头，他恼怒之余转头指向魏慎。可怜了魏慎，如今还躺着，就被安了罪名，亲奶可是要毁了他呢。哎呀，我没有！魏老太气得跳脚。看看，说不过我就恼羞成怒了。众人看看老实的二房，又看看魏老太。魏老太这些年为达目的不罢休，做的恶事可不少，这的确像是他能做出来的事儿。阿郎，是这样吗？魏昭看着于听婉若有所思，像是透过他在看什么人，又好似是他心不在焉在出神。是，让我受罪了。你好娇气啊。于听婉看向魏老太时，脸色淡了下来，语气嘲讽：你得庆幸我爹娘去得早，但凡他们还在，你还能全心全意站在这里同我叫嚣。当初于家大火，我娘拼死把我护在身下，同是当娘的，你这老钱婆一肚子坏水，配提他吗？他冷着脸径直回了老屋。叔伯，李正，我要分家，还请大家做个见证。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守中啊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当初阿郎被送走，惠娘大病了一场，我闹着分家，诸位叔伯说父母在不分家，让我莫要胡闹。可那个时候我却不敢提分家了。我和惠娘就那么一双儿女，当时只剩下小娘了。可我们夫妻没本事呀，人又老了，迟早走在他前头，就怕他没个兄弟帮衬，日后嫁出去，娘家世薄，他受欺负怎么办呢？他担心他的小娘孤立无援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魏晴天娶妻，大房吹锣打鼓，大摆酒席，用的还是阿郎的抚恤银，我如何不恨呢？可我还是没能护住小娘啊。还好上苍把阿郎还给我们了，惠娘嫁给我没过上半天好日子，阿郎也受尽了苦，这还不够吗？我们还要继续当牛做马，去填他们大房的坑吗？这个窝囊气我受够了。魏家长辈皆是沉默，他们何尝不知魏老太做得太过。再看看阿郎，这一身的伤便是他们看着都难受。惠娘别过身子去擦眼角的泪，可怎么也擦不完。老二，你别犯糊涂，魏慎病殃殃的，能活多久？你要是一意孤行，
把我和守财惹恼了。哼，以后休想让大房的子嗣给你养老送终，死了都没人葬你。娘，你真觉得我稀罕？把魏秦天过继我名下的事可别再提了，恶不恶心？魏家叔公却怕魏慎活不过这个严冬，脸色一变。哎，守中，这话不能乱说。谦儿哥，谁劝都没用，当着诸位长辈的面，我就把话撂这儿了。我们夫妻便是穷的去乞讨，也要给阿郎治病。他若真的，我们也认。绝户怎么了？我在意吗？我家阿郎那可是在边境跟着那魏将军打过仗杀过敌的，他比谁都有出息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李正看向魏守忠。真决定了？决定了。不后悔？绝不。求叔公伯伯成全。守忠啊，把你兄弟叫来。这是同意了，毕竟分家大房的人也得在场。不准确，我不同意。魏守忠却没有看他一眼，大步出了院子。魏老太要去追，被李正叫住。哎，你要是再折腾，母子情分耗没了，只剩下仇怨，看你如何收场。走，你们都走，我家的事儿只要我不点头，谁也管不着。你呀，当初你男人病重，说当年征兵一事，他为了长孙任由你们舍弃阿郎，说他对不住二房。他深知你这婆娘和老大一肚子心眼儿，说老二手中老实，可也有主意。阿郎一事已经让他离了心，日后有事啊，让我们出面帮一帮。手中要是要分家，也由他去。见我们点头了，这才愿意闭眼。你真当手中请我们过来是做见证的？当时手中也在，他那是给你脸。家分得相当顺利，立下了字据，一式两份，由魏守财和魏守忠按下手印。哎呦，阿郎，谁让你下地的？你怎么能下地呢？魏昭停下，有气无力，奄奄开口：“是要我搬椅子吗？”“不，要下雨了。”魏守忠困惑，这孩子怎么就神神叨叨的？儿子精神状态不正常，魏守忠心里难受。日后啊，除了逢年过节，爹会去老宅送养老钱，平时啊就不和那些害你的人来往了啊。魏昭对魏慎这个人没有印象，魏家军人多，他哪能一个个都记全了？可那魏慎到底是跟过他且战死沙场的手下兵。要帮忙吗？什么？想让那些人死，就和我说一声。不过，你得给我一把刀。魏守忠刚还被魏昭惊世骇俗的话吓得不轻，可听到他想要刀，就急了。哎，你这想都别想啊，又想捅自己了是不是？不给就不给，吼什么呀？上一个吼他的坟头草都比魏守忠高了，可现在的魏昭没脾气，他语气也很敷衍。啊？那真遗憾。家里豆子多，外头这雨啊，我瞧着都吓人。想着山路泥泞，索性明儿个我和你爹就都不出门了，在家给你做豆腐吃。哎，顺道给婉娘送些去，还得再拿上些菜。乡下又不缺这些。想当初他搬过来，那个舅母可什么都没给他。今儿他拿的那些吃食，哪里用得了4文呐？可不能让他一个姑娘家吃亏了。就在这时，外头传来魏守忠的声音：“回娘，快来呀！灶屋进水了！”哎，阿郎啊，药放在床头了，晾凉过后可一定记得吃啊。魏昭神色寡淡，去看床头的药碗，药味刺鼻，闻着就苦。魏昭端起来，慢吞吞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户，妖风刮进来，豆大的雨滴砸到他的身上。上次下那么大的雨，他还在上京，是2年前。那时顺国公府上下肃穆，奴仆呼吸都不敢大声，且小心行事。魏昭侍奉在感染风寒的顺国公夫人榻前，态度恭敬。桂枝啊，娘
又梦到你父亲了，他走了3年了，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你说说你，非要去边塞打打杀杀，留在上京不好吗？你可是国公府的独苗，这要是有个好歹，你让娘如何同你爹交代？娘进宫去求圣上，求他把你召回京。这些话魏昭历历在目，可也不知从何时起，顺国公夫人那张脸变得模糊陌生。魏昭死气沉沉，耳边却多了惠娘的声音，将他从回忆拉回现实。快，把这柴火抱到咱屋里，要是全部淋湿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也是奇了怪了，这怎么屋顶就漏了？等雨停了呀，得重新接瓦修补。魏守忠披上蓑衣，把柴火抱在怀里，能救多少是多少。他刚冲出灶屋，就看见魏昭手里端着药在发呆，莫名就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魏昭也看到他了，他的视线轻飘飘地落过去，又满不在意地收回来。魏昭想起来了推窗的目的，手腕一转，把药给倒了。嘿，你！他想骂，又舍不得，毕竟儿子现在精神不正常。魏昭丝毫不心虚，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倒了药就要走。哦，他明目张胆，还不忘把窗户关上。魏守忠能说什么？就很欣慰啊，至少没把他自己冷着。婉娘啊，婉娘！哎，我给你拿了些菜，这庄稼菜便宜，你要是不收啊，我得退你2文。可我想着这天气怪得很，比往年都冷，你总不能还日日上山吧？对了，这家里做了豆腐，就弄了些豆腐脑，刚出锅的还烫乎着呢。也不知道你爱吃甜的还是咸的，也就没端过来。天天吃水煮菜的于天婉咽咽口水。住在魏家隔壁，他比谁都知道惠娘做饭的手艺。惠娘做的豆腐脑应该很好吃吧？这咸口的弄了葱花，淋了先前熬的酱，里头还有切碎的木耳丝和咸菜呢。甜口的呢，撒了些桂花蜂蜜，那蜂蜜呀，可是大郎他爹半年前在山上弄来的，尝尝。实在是魏昭不怎么吃，他就变着花样做。于听完有些坚持不下去了，可他总不能白吃魏家的，身上仅存的6个铜板实在舍不得花。不了。哦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和你提一提。阿郎的身子吧，你也瞧见了，这药断不得。再过些时日，他爹得出去挣钱，可阿郎这身边离不开人呐。我听钱大夫说，你能挖些草药。婉娘啊，你看这样成吗？只要是阿郎用得上的草药，我同你买。钱大夫的药贵，镇上县城只会更贵。反正这钱是要花的，惠娘想帮他。于听婉心下了然，也清楚魏家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，没有推辞。那我给婶子算便宜些。如此也算互帮互利了。惠娘再提豆腐脑的事，于听婉没有拒绝。豆腐是在灶屋做的，屋顶上还漏水，下面用盆接着，快接满了就倒在外头。魏守忠看着盆，也就片刻功夫，转头身后椅子上就没了人。魏昭出去淋雨了。魏守忠察觉不对，追了出来。大雨如注，魏昭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就立在院内，眉眼寡淡，眸光冷清疏离，那道身影却显得格外孤寂。竟然没有血喷溅在脸上有劲儿。雨是冰冷的，血可是滚烫的。惠娘瞳孔巨缩，嗓音在抖。你为何总要糟践身子啊？我真不是为神，你们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心神。毕竟付出再多也得不到什么。如今的他也不过是还能勉强呼吸的躯壳，浑身血淋淋，千疮百孔。魏守忠能怎么办？魏昭说是他爹，他都认了。哎呀，好，你不是啊。魏昭呢？
他丝毫没有回去的意向，也没有嫌身后给他挡雨的魏守忠碍事。要是有天大的冤屈，背负血海深仇，却手刃仇人不得，天会下血吗？他嗓音很轻，好似是问给自个儿听的，也从不觉得谁能给他答案。可前方突然有人冷不丁出声：不会，大晋12年，连年干旱，田里种什么死什么，朝廷的赈灾款迟迟未至，老百姓吃不起饭，骨瘦如柴，饿死的不计其数。便是天上有神明，也不见得有慈悲心肠。于听婉最后被拉去灶屋烤火，他喝着豆腐脑，有那么一瞬间想哭，这才是人吃的食物啊！于听婉吃得很认真，一勺一勺往嘴里送。即便很饿，他吃得很快，可瞧着还是很斯文。魏昭被按到他对面烤火，他已经换了一身干爽的衣裳，神情奄奄。惠娘每天都会给魏昭煮鸡蛋，今天也没有落下，塞到他手里。魏昭转头就想扔了，可惠娘一定会念叨，想想都烦。他看向对面把豆腐脑当作珍馐美食的于听婉，于听婉吃得很满足，眼睛亮亮的。在惠娘去灶台忙活时，于听婉跟前就多了一个鸡蛋。他有点发懵，看向魏昭。魏昭看他没反应，没什么耐心的把鸡蛋扔到火堆里头。这可是金贵吃食。胡家的鸡生蛋可都要攒着，一半给胡耀祖补身体，一半得拿去镇上换钱。于听婉连忙用树枝把鸡蛋剥出来。他心想，魏昭的确脑子不太好。婉娘啊，要不要再来一碗？不了，已经很撑了。撑，桌子上放的篮子，你回头记得拿。说着，他转头去看耷拉着眼皮的魏昭，又一次叮嘱：阿郎啊，快把鸡蛋吃了吧，吃了还得吃药呢。婉娘啊，那里头其实也没装什么，就装了些豆腐，还有我自个儿腌的咸菜，拿回去尝尝。魏昭面无表情，想也不想把鸡蛋扔到盖着布的篮子里头，又把魏守忠硬给他舔嘴的糖索性也丢进去。于听婉总觉得篮子特别沉，回了老屋以后，他翻来看了看，看到了白嫩的豆腐，陶罐装着的咸菜，壳已经碎了的鸡蛋，还有角落里的糖，几块石头，屋顶掉落下来的瓦片，还有……小姑娘呼吸一滞，为什么篮子里还有一碗药啊？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做的。魏慎是把它当作收破烂的了吗？哎，这枣哪来的？哦，那是一早我去河里洗衣服，撞见施寡妇了，她给的。她呀是想让我帮忙做些肉酱。先前李正家里办席，他儿子就稀罕那一口，事后还念了好多回。可是他呀如何都做不出那味儿了。施寡妇说给我8文钱，我就应下了。这可是家里的进项，枣也就5个，但又大又圆，看着就好吃，应该是施寡妇儿子从县城买的。当家的把那枣子洗了，给阿郎送去。魏守忠却没有听他的话，洗好往他怀里塞了2个，才把其余的送到躺在椅子上假寐的魏昭手上。快吃吧，啊！你从小啊最爱吃枣了，回回都往山上钻。可那些年山上的野枣缺水分，个头小不说，还酸，哪有施寡妇给的又甜又脆？我不爱吃。哦，那你如今爱吃什么呀？魏昭生无可恋，他没有想吃的。那阿郎在军营吃什么呀？魏昭看了他一眼，本以为不会听到魏昭的回应，可他却开口了。上京逢年过节会给我送些贡品。哎呀，这怎么又开始说胡话了？魏守忠也不揭穿，反倒顺着他的话问：哎呦，看不出啊，我们阿郎格外受器重啊，那贡品可都是皇亲国戚吃的呀。也不知哪个字眼刺痛了他，魏昭面色阴郁。是些小恩小惠，想让我卖命罢了。这怎么听着有很深的怨念和恶意啊？
唉，这些年呢，我时常去打听，外头对魏家军的风评极高，说那大将军待手下的人好，顿顿保证能吃饱饭，时常呢还掏腰包给你们吃肉。炊事兵时常给我开小灶，只要没打仗，每隔3月，魏家军会进深山打猎，猎得头筹者有重赏，夜里还会举办篝火夜。他说话时，惠娘停下了手里的活儿，夫妻俩听得很认真，好像能从他的话语里窥探出阿郎在边境的日子。嘿，阿郎，那你曾猎过什么呀？虎。哎呦，真的？阿郎竟这般厉害啊！我把他养了起来，抓到敌国奸细就给他加餐。魏守忠虽不信，却依然没有揭穿。哦，那现在那只虎怎么样了？魏昭垂下眼眸，魏守忠了然，这是找不到吹嘘的理由了。哎呀，当时啊，知道你被魏家军挑中，我跟你娘啊，那委实松了口气呀。那魏将军是好人呐。是吗？可好人不长命，你看，他不就死了？谁还记得他？哎，谁说的？上京那些达官显贵都为此悲痛难忍，圣上都罢免早朝了。魏昭不语，懒得说上京的那些人最是虚伪，披着假善的一张皮。隔壁的动静，于听婉便是不想偷听，可还是听得一清二楚。他费劲扫着雪，试图做到心无杂念，偏偏这个时候，惠娘的声音传到他耳畔：“哎，他爹啊，咱们家的碗怎么少了？哎，他爹啊，咱们家的碗怎么少了？”哎呀，你再数数，肯定是你放在哪儿忘了。不对呀，怎么可能数错呢？家里的碗筷都是有数的，这都少了3只了。他里里外外都寻遍了，可连影儿都寻不着，实在是古怪。总不可能家里进贼了。魏家有没有进贼，于听婉不知，可他在院墙角落又看到了印着魏字烙印的几个碗。雪犹在纷飞，碗壁上落了指甲缝厚度的雪，那一小块地儿还残存着褐色的浓汁。哎，怎么都跑我院里来了？正那么想着，头顶上有了动静，于听婉抬眸看去，有什么从隔壁丢了过来，砸到了于听婉的脑袋上。你把我家当做破蜡厂了是吧？他很想跑去隔壁质问魏昭为什么和他过不去，可看清砸到自己的是什么后，于听婉觉得他也不是不能再忍忍。于听婉拿起枣，泄愤似的咬了一口。李莲是这时候过来的，于听婉心念一动，忙走过去。婆婆，是又要相看了吗？婆婆，是又要相看了吗？我那儿倒没有合适的人选啊。那你得抓紧啊！呀，这种事儿如何急得来嘛？我娘家隔壁的倒是急说亲，可人家前头死了婆娘，底下还有2个孩子，我能介绍给你吗？于听婉想了想，那也是，她没有奉献精神，不想当后娘。还有个倒是没成亲，可先头谈了好几个姑娘，后头都没成。是男方的问题吗？哎呀，也不算，那小伙子啊，怪不错的，踏实肯干，家里就一个寡母，他娘呢是出了名的通情达理，母子2人待人都和气，为人也大方。上回我去他家做客，还抓了一大把瓜子呢。哎，那我觉得，就是命不好。头一个相看的姑娘失足落水没了，第2个姑娘生病走了，这最后一个都谈婚论嫁了，婚期也定了，可偏偏也出了事儿。啊，这样啊，那人命不好，我命也不好，那还怪有缘分的。我不信那些，真要有什么，我也不怕，谁克谁都说不准呢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他可是有克妻名声的，出了那事儿，周围的姑娘都不敢和他说话了。我知道你这姑娘有主意，只会说这些不过是意外，只要人好你不在意，可我是断断不敢把人带到你跟前的。李莲顾忌于听婉的名声，
从一进院就故意压低嗓音，隔壁的惠娘是听不见的。可魏昭习武，耳力可比寻常人强，但别人的事他可不在意。魏昭翻了个身躺好，神色恹恹。惠娘看在眼里，心下黯然。这些时日相处下来，魏昭似心存死志，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好似什么都不会入他的眼。小娘走了，惠娘害怕阿郎也舍他而去。唉，真不行啊。不行。可是我的要求太高了。不，你要求已经很低了。这些时日他为于听婉的事不少奔波。你模样过艳啊，我懂，不像是正经人家出身，要娶媳妇的人家担心我不安于世，是吗？那婆婆过来是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哎呦，瞧我和你说这个，反而忘了正经事儿。于听婉不觉得有什么比她相看还要重要的了。你那嫂嫂昨儿夜里生了。啊，就这？说是夜里摔了，险些难产。听说当时胎不稳，接生婆都没了办法，你舅母嚷着保小，好在后头你嫂嫂挺了过来。于听婉觉得小许氏应该是被王氏给气到了，人还没死呢，王氏就惦记着给胡大郎再聘媳妇了。小许氏能乐意吗？气都要气活了。不过生的是个女儿，王氏一看不是带把的，当下就黑了脸。骂小许氏没用，她好吃好喝供着，竟生了个赔钱货。等接生婆走了，小许氏还没奶，孩子饿得不行，王氏却撂下母女不管，也不抱孩子，任由她哭。哎，这转头就回了屋。我和你说这些呀，是想告诉你，近些时日可万不要往胡家门口过了。你舅母糊涂，偏偏家里没有能主事的男人，能躲则躲，可别让他逮着机会寻你出气。知道了。他有病啊，才会回去。哎，出了这种事儿，你怎么不上心啊？啊？为什么要上心啊？又不是给我生的。哎，你嫂嫂对你不好，如今才遭了这种罪，虽说不地道吧，可换成是我，至少心下痛快。于听婉也不好说，他早就提前高兴过了。顶着李莲的狐疑目光，于听婉很严谨地走过场。他迟疑，憋出2个字：哈。雪簌簌而下，不过多时，刚扫出来的道又被染成了入骨的白色，耳边来来回回回放前世王氏尖利的嗓音：你嫂嫂胸口没几两肉，奶水都没有，孩子还哭成这样，日日吵得我心烦。哎，你是聋了吗？还不赶紧出门去看看谁家养了羊，去弄些羊奶来。饭怎么还没煮啊？你是要饿死我吗？快去铲院子里的雪，这种事儿都要我催，你怎么这么懒呢？哎呦，你累？你累什么呀？啊？难不成还想衣来张手饭来张口，让全家把你供起来呀？整日只会叫唤，我难不成还苛待了你？去，把尿布给搓了。哦，还有小许氏，她生了女儿后，在王氏面前抬不起头来。你如今看我这样很得意吧？我以后又不是不能再怀，迟早能生个大胖小子。我是胡家媳妇儿，你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哼！对了，娘还没和你说过吧？她给你相看了一门好亲事，就是不知道你嫁过去能活多久呢。虽说稚子无辜，可因着这2人，于听婉对那个女婴生不出半丝好感。又过了几日，风雪涌动，于听婉没出院子，可时常去墙角不劳而获。有时能捡到一枚蛋，有时能捡到一个馍馍，在他眼里都是美味。可见魏慎嘴真的很刁。今儿是他第4回来墙角翻了，可什么都没有。别是魏慎身体快不行了吧？上回见他就半死不活的模样。哎呦，万娘怎么来了？上回婶子家里拿走的篮子一直没还呢。那篮子是我编的，家里多得很呢，也不急着用。
瞧把你冻的，来，快进来。你来了呀，正好。要是不忙的话呢，就帮婶烧火，咱俩说说话。我正准备给你师婶子做些肉酱，这做吃时啊，最讲究火候了。偏偏村里出了事儿，你叔去帮忙去了，我这儿正缺人手呢。好嘞，婶子。哎，这村里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来了些外乡人，本是要去县里的，可你也知道，如今路被封了，他们就没法走了。这种天气能冻死个人。那些人啊，就寻到了李正，求着他看着帮忙安排住处呢。村里穷，多半村民家中自家人住着都挤，10几个外乡人实在是不好安排。又临近年关，谁知道这些外乡人的秉性如何？山路要是迟迟不解封，难不成还要收留他们过年不成？谁都不愿意白提供住处。李正都和外乡人谈妥了，那些人住一夜愿意给3文钱，腾出屋子就行。要是管他们吃饭呀，这钱再另外算。谁不知道魏家阿郎就是个无底洞啊？魏家能攒1文钱是1文钱。于听晚前世的记忆实在零碎，倒不知还有外乡人的事。那叔是去领人回来的？惠娘微顿，视线看向不远处坐着眼儿都不眨的魏昭，眼底染上了愁思。家里是能住人，小娘那间屋子呀都空着许久了，可我和他爹商量，还是觉得有些不妥。阿郎如今情况不好，我就怕人多了他不自在。你还担心你儿子腼腆？家里多了人，事情也会多的。李正倒是想照顾我们，这好意是心领了，不过还是算了吧。入了灶屋，惠娘让于天晚去烤火暖暖身子，自个儿则坐在木凳上处理河里抓到的虾，动作利索地抽出虾线。这些都是事先和施寡妇说好要她备齐后提来的。这肉酱用料足，除了肥瘦相间的肉外，还有豆子、紧实的虾肉、新鲜的木耳等等。惠娘动作麻利。万娘啊，等会儿就在家里用饭啊。万娘啊，等会儿就在家里用饭啊。那婶儿要给你包蒜吗？不用，仔细辣了你的手。于听晚低头看着冻疮严重的手，有好几处开裂了。简单的一句话却让他红了眼。他在胡家只会听到乡下人谁不是这样啊，你矫情个什么劲儿啊。他没有再坚持，将篮子放下。到底吃人嘴短，见惠娘没有往这边看，于听晚环视一圈，将篮子里的碗拿出来，快速地往魏家放碗碟的地方塞。做好这些，他察觉有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并不强烈，可也没有善意。于听晚顺势看过去，看到了不远处躺在椅子上安安静静似没有存在感的魏昭。他也不知躺在那里多久了，魏家夫妻总要把人放在眼皮子底下盯着方才安心。魏昭耷拉着眼皮和他对视，被头喂过几次以后，他觉得魏昭人还怪好的。于听完便也不怕他，小姑娘毫不吝啬地朝他笑了笑。魏昭慢吞吞收回视线，去看手里抓着的平安符。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我就说有什么忘记了，原来是忘记煎药了。阿郎啊，你也是，你怎的不提醒一下娘呢？他都把药倒了的，怎么可能提醒？果然，于听晚看到魏昭黝黑的眸子动了动，起了浓烈的抗拒之色。万娘啊，你如今多大了？过了年就18了。哎呦，那这个年纪是该相看婆家了。这一句话让于听晚很赞同，他重重点了点头。惠娘也就随口一问，很快又和于听晚说起了别的。这肉酱啊，还是我没嫁人前和我娘学的，只可惜她走得早，她的好手艺我就只学了些皮毛。我娘走的也早，她会绣花，还会唱曲，我也学过。于听晚很少和别人说这些，村子里的人都不爱提及他娘，便是提到了都不是好话。可他总觉得惠娘是和别人不一样的。哎呀，
婉娘还会绣花啊，咱们乡下人会针线活的可不多，也就只会些寻常的缝缝补补。你有这门手艺，日后可不愁了。于听婉眼里有了亮色，这回头啊，绣一些帕子，拿去绣坊也能值几个钱呢。日后嫁了人，婆家也会高看你一成的。那我技术还不行。你可别谦虚。真没谦虚，我没耐心，我娘心疼也就不愿意教我了。怎么不心疼啊？小姑娘本就娇气，从小没怎么吃苦，可惜呀，她再不是稚气的小女童了，也再没有人愿意纵着她。不过我会唱曲，每次我要唱，我爹立马就掏银子，夸我嗓子好，让我别唱了。魏昭在一旁听着，暗道：反话听不出来吗？肉酱满室飘香，惠娘热得起了一身汗。哎呀，阿郎没回应，魏守忠也已经习惯了。当家的那些外乡人都安排好了。我呀正好要和你说这件事。李正啊，本想着在咱们家安顿3人，钱夫人那里呢安顿5人，其余的都安顿在傻姑家。可是啊，那钱老头能答应啊？他当场翻脸了，说他不缺钱。李正啊就好声好气跟他说啊，你就帮帮忙，外头冷成这样，全当救死扶伤了。哎，那钱老头也是倔，直接放话了啊，那好说啊，等他们快冻死了，你们再来找我，我看看能不能把他们救活。哼，那钱老头还说呀，那魏家小子就是我给救活的，要是没有我，他可早就咽气了啊！可见我是有这个本事的。最后啊，没办法，李正只好寻了别人。不过最后倒也安排妥善了。说着，他看了一眼不远处发呆的魏昭，眼里闪过不明情绪，又有些顾忌边上的于听婉，踌躇片刻。惠娘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一听这个语气，惠娘狐疑，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去。这些外乡人里头啊，有牙婆，身边带了5个姑娘，都是从北方买的，准备卖到南方去。这个世道，穷人遍地都是，卖女换钱是最常见的事。来咱们西林村前呢，土匪盯上了这行人，牙婆身上的钱全被吸劫而空。那些姑娘一路上也遭了不少罪，个个瘦得不成样子，还病死了几个。他便想着早些脱手，能卖几个是几个。一听这话，惠娘止住了呼吸，她明白魏守忠的意思。多少银子？1两。惠娘眼神暗了暗，家里这些年存的，加上大房那年拿的，零零总总加起来也就5两，日后还要去县城看病呢。这样啊，你容我想想啊，容我想想。两人外头说着话，灶屋内，于听婉踱着步走到魏昭的面前。为什么篮子里有石头，还有瓦片？他一直想不明白。见魏昭没有反应，于听婉抿抿唇，只好试探道：你在军营待了这么多年，身手不错啊。魏昭看都没有看他。于听婉好声好气的和他商量：那个，你下次再扔的时候，能不能往右偏偏？每次都砸同一个地儿，都伤成这样了还能如此，可见准头不错。只是那个位置比周围地面要深不少，足有胳膊的长度。每次于听婉都要在雪地里刨找很久，他也很累的。魏昭不想理他，要你自己留着，我用不着。于听婉见魏昭没有生气的迹象，转头将钱老头之前说的话抛之脑后。他甚至又提出了一个要求：那扔的时间能不能也固定一下？他想吃热乎的鸡蛋。魏昭缓缓抬眸，眼里没有丝毫情绪，他身上好像一直很有气势，似是与生俱来的。那些都是你自己愿意扔的，我没偷没抢。虽然说捡了吃了，可也不会给你付钱的。你便是要，我也没有。不过日后等我有钱了，我穷成这样。一语未完，魏昭总算是说话了，就是很不中听。对于听婉而言，甚至是刺耳。大雪簌簌，叫着寒意往身上钻。
惠娘不知如何是好，久久不言。魏守忠敦厚老实，却有主意。阿郎眼下这般，谁家好姑娘愿意嫁呀？除非咱们愿意多出聘礼钱，可家里的情况你也清楚，如何负担得起呀？相比较之下，1两银子咱们咬咬牙还是出得起的。可是咱们身上的银子是要留着给阿郎治病的呀，成家的事还能再缓缓，可看病等不得呀。如今咱们分家分到了田地，等春种过后地里的事料理妥善了，我就去县里码头上搬货。我没啥本事，可也有一膀子力气。还有西边那头听说有招矿工了，回头我去打听打听。这可不成，那矿山把人当牲口使，去年又死了多少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说你要是再出事了，让我和阿郎可怎么办啊？你先听我说，这不是还没去吗？上回叔公他们也说了，要是咱们手头紧，也是愿意借些银子的。再说了，咱们也不是着急今儿个就定下来，总得先看看那些姑娘好不好，肯不肯踏实过日子。这几句话让惠娘得了一些宽慰，心绪也稍稍平复。我是觉得咱们向牙婆买更为稳妥。不说别人，就婉娘那个嫂子，她娘家上门打秋风还少吗？想找个明顺利的亲家也难。牙婆手里的姑娘就不同了，他们被家里人卖了，是彻底断了联系的。说到这里，魏守忠沉沉叹了口气。有件事一直瞒着你。先前咱们造屋漏水，屋檐的瓦片也跟着掉落好几块，砸落在地，摔成好几段。他们清扫以后，转头扔到了墙角。可阿郎趁咱们不注意，竟然捡了去。我亲眼瞧见他比划了2下就往脖子上搁。瓦片尖端锋利，要不是他及时阻止了，还不知会出什么事呢。惠娘面色煞白，光是听魏守忠说这些，她都心有余悸。惠娘咱们老了，能陪她几年呢？咱没法时时刻刻都看着她呀。屋内，于天婉真的被气到了，毕竟她真的穷。可小姑娘不理解魏慎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，她都要把爹娘给拖垮了。你很冒昧。魏昭恹恹的，一时无话，屋内寂静。惠娘回来以后，眼圈微红，格外的心不在焉。而魏守忠出去了一趟，没过多久就领了一群人进来，领头的是个精明妇人。一进院，眼珠子就四处打量，他身后跟着一群畏畏缩缩的姑娘，个个面黄肌瘦，身上沾着脏污。于天婉正疑惑着，就见惠娘走到魏慎跟前。阿郎放心，娘一定给你挑个好媳妇儿。阿郎放心，娘一定给你挑个好媳妇儿。可这媳妇儿是要和你过日子的，娘挑的就怕回头你自己相不中。阿郎要不要自己出去看看？见魏昭又不说话，惠娘都习惯了，她只好轻声细语地和他商量。那阿郎同阿娘说说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？于天婉很想说她知道魏慎喜欢白的，但她忍住了。眼前不合时宜地浮现了一些画面，小姑娘有些不自在。待惠娘出去，于天婉若有所思。她能理解，就魏慎那张嘴，别说惠娘，连她都担心魏慎讨不到媳妇儿。这种大喜事儿，你怎么都不上心啊？夫妻2人是在外头招待人的，惠娘搬了凳子出去，给他们每人倒了热水。我姓陈，身边的人都唤我一声陈婆。听魏兄弟说家里想看看姑娘，我就领着人来了。妹子放心，他们都是正经人家出身的，要不是出了事儿我这手头紧，又碰上这种鬼天气，是断不可能急着卖的。这些姑娘养养送去南边，别说是1两了，便是10两都有人愿意买，也算你捡着便宜了。我也是爽快人，只要妹子给足了钱，姑娘我就留下，卖身契一并给了你。说完，他朝身后的姑娘厉声道：还不快上前给妹子瞧瞧。这一路过来，姑娘们最是畏惧陈婆，一听这话，连忙哆哆嗦嗦的上前。惠娘看在眼里，心有不忍。都不必害怕，
这种事情终究是你情我愿，你们要是不愿意呀，我也不会强求的。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，大家不必拘束。我家就这个条件，你们也都看出来了。这做爹娘的总归是有私心。我家阿郎身子不好，我就想找个脾气好的，能照顾他的人。惠娘一直打量着5个姑娘，阿郎模样好，她有心找个标致的姑娘，日后生的孩子也一定好看。可是阿郎那半死不活的样子，她如何能盼着他能传宗接代呀？都傻站着做甚？一个个哑巴了！都傻站着做甚？一个个哑巴了！还不老实交代你们的底细？跟着他可比跟着我强。姑娘们心里一个咯噔。陈婆在北边也算个名人，专做这行买卖为生，从不心慈手软。运道好的能被卖去高门大户当丫鬟，虽是奴婢得看主子眼色过活，可也不用再愁吃穿。运道不好的会被送去窑子里做皮肉生意。失了清白被万人践踏是小事，得了脏病才是真的叫天天不应。离惠娘最近的姑娘最先想通，视惠娘为救命稻草，她直接跪倒在惠娘跟前。婶子，我叫招娣，我什么活都能做，婶子你要了我吧，我便是当牛做马也愿意。于听婉站在门口，远远地看过去，对方一身破破烂烂的，看着就单薄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脸上灰扑扑的，也不知几日没洗了，像是逃荒来的。哎呦，姑娘这可使不得，谁不是爹生娘养的？你家里哥哥要娶妻，实在凑不够银子，本想着两家换妻，可嫂嫂的兄弟嫌我模样不好，我娘骂我拖累了哥哥，就把我给卖了。婶子，他从来不管我的死活。他这一哭，身边的姑娘也一个个回了神，争先恐后的挤到了惠娘跟前。婶子，你看看我吃的不多，最能省粮食了。于听婉看看这些姑娘，又扭头去看屋里躺着的人，魏慎他一定是听到了的，可他好像并不在意以后枕边人是圆是扁。惠娘眼底情绪翻涌，人在没有能力以前，便是有同情心也是没用的。这个世道谁不苦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只能买一人呐。我儿的情况，他爹应该也和你们说了。人如今就在屋里，不爱搭理人，不听医嘱，脾气也怪。他身子骨孱弱，身边又离不开人，只要我和他爹有一口气在，这药就不会给他断了。家里头有个病人，你们也该清楚日子会有多艰难。可阿郎以后会如何，谁也不好说。若是我真从你们中间挑了个人买下，那就是我家的媳妇儿。虽说是买的，可从没有高低贵贱一说。我也不是个恶婆婆，家里没什么事儿，田里那边有我和他爹，不用儿媳妇操劳。西林村的心腹哪个不是刚进门就扛着锄头去田里干活？惠娘这个当婆婆的完全可以躲清闲，留在家里看着魏昭，让儿媳过去。可她没有。还有啊，平时家里我做饭，我们吃什么，儿媳就跟着吃什么，不会让她饿着的。不过春耕实在是忙的话，就需要儿媳帮忙做饭了。那些姑娘愣住，谁家儿媳是这种待遇？这惠娘别是坑他们吧？可也不对，毕竟买卖都是陈婆说了算，由不得他们做主。惠娘实在是没有必要说这些，只为了哄骗。于听婉站在一旁蹙着眉，格外羡慕。魏慎媳妇进门后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猪大肠了，她都没吃过。我们魏家的媳妇儿呀，也不好当的，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。要是对我家阿郎不上心，害他出了事，我也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。嫁进来以后，要做的就是照顾阿郎。他的性子闷，但要和他说话，给他煎好药后，必须瞧着他喝下去。等着天气好的时候呀，一定要带他出屋晒晒太阳。哦，对了，家里的刀啊、剪子什么的，可不要近他的身，也不许让他碰到。要将阿郎收拾得干净妥当，换下来的衣物我会洗的，搓一件衣服是搓，2件也是搓。你们穿的要是不想洗，也可以一并扔给我，不妨事的。他做事麻利，不爱计较这些。于听婉若有所思，给魏家当媳妇是不是太清闲了点？魏慎有病，说话也不中听了些，
可他大方啊。于听婉不免惆怅，要是魏慎娶了妻，一定不会再给他扔鸡蛋了。惠娘的一番话让那些姑娘个个惊呆了，她们甚至都不想着看看魏慎长什么样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全往惠娘身边凑。婶子，婶子，我做饭手艺可好了，别说春哥，平时杂物交给我就成，可这使唤我也成。我最会照顾病人了，先前家里有人病了，可都是我照顾的，我也一定能将阿郎照顾好。婶子，算命的说我好生养，我一定给魏阿郎添个大胖小子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你们如今都把我视为救命稻草，寻常哪里会有人愿意嫁给一个病秧子的？你们呀，都想清楚了再跟我说。我知道这是委屈了儿媳，可只要嫁到我们家来啊，我便把她当成亲生闺女疼。于听婉猛地瞪大眼，亲闺女，这话让陈婆稀罕。她这些年走南闯北，什么人没有结识过，陈婆也能单靠一双眼瞧出对面的人是人是鬼。那是这些姑娘的造化了。就在这时，惠娘的胳膊被跑过来的头脑发热的于听婉扯了扯。于听婉眼睛亮亮地看着她，她想说她也会做饭，可是勉强能入嘴。她想说她也照顾过病人，可是当初她一勺药一勺药的为生病的往事差点被她照顾到直接去了。于听婉的唇张了又闭，她泄气极了，干巴巴地说：我能逗魏慎高兴。空气凝滞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于听婉身上。于听婉在等惠娘的答复，她本是头脑发热，可这会儿却越想越觉得此事可行。于听婉所求不过是个安稳，魏慎身上没有，可她在惠娘身上看到了。惠娘愣住了，别说她，就连魏守忠都格外意外。可不得不说，听了那么多姑娘的话，也就于听婉说到了夫妻的心尖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姑娘怎如此不害臊？妹子，你不会让我白跑一趟吧？哼，你情我愿的事儿，怎么还急眼了？本就是相看，婶觉着可行，便会同意姑娘进门。要是觉得不合适，你还能强塞了？耍什么威风？一个做人贩子生意的牙婆，买卖姑娘是付了银子，签的卖身契，去官府烙过印子，可那也是害人的勾当。我可不是你手里的姑娘，任你宰割，得看你脸色。我想进魏家的门，是碍着你了没错，可那又如何？那魏慎就不能抢手了？你要是不舒服就忍着，也不知一个外乡人哪来的气焰，当这是你家呢。要是实在忍不了了，那就带着人回去啊。这样他就没有竞争对手了。他把陈婆气得够呛，转头却对惠娘细声细气：婶儿，我如今搬出来，婚事便是能自己做主的。陈婆恼了，脸都黑了，可她的确没有办法强买强卖。胡家婴儿的哭啼就没有停过，声音都哭哑了。娘，你在吗？哎呀，叫唤什么？他看了一眼小许氏怀里的孩子，抱孙子的希望落空，怎会欢喜？大郎刚生下来的时候不哭不闹，可是很好带的。你再看看他，吵得我夜里都不好睡，哪里像是大郎的种？娘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孩子还能是我和别人生的吗？孩子饿得厉害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肚子又饿，孩子怎么可能不哭嘛？就你事儿多，肚子还不争气，我是少你吃了还是少你喝了，连个孩子都奶不了。娘，我也多日没合眼了，一个人实在带不了，你能不能……你还想让我给你带？又不是孙子，我才懒得管呢。娘，那就让婉娘回来吧。他小心去看王氏脸色，生怕惹怒了他。他当初骨头硬，非要和咱们对着干，如今住在外头，想必也吃尽了苦头，后悔了。娘这几日不是总说累吗？要是他回来，家里的杂事有人做了，我这边也轻松了。王氏拧眉，那小贱人性子不好，
可干活的确利索。再说了，爹要是回来不见婉娘，只怕要发火的。咱们这个年也休想好过了。既如此，倒不如先给他一个台阶下，免得见着有爹给他撑腰，他就蹬鼻子上脸，回头又装装可怜，只怕要让娘亲自去赔罪，请他回来。王氏一听这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于听婉当初离开，他可是没给1粒米，想必看见他就哭着求着认错了。王氏出发了，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总算快到老屋。远远就看见陈婆领着5个姑娘们从隔壁魏家出来。王氏不认识，可他却认识落这些人几步慢吞吞走出来的于听婉。刚说了一个字，于听婉就冷了神色，他嫌恶地往老屋的方向走。王氏连忙追上去。哎，行了，我都来接你了，也算是给你脸了，你还闹什么别扭？滚！哎，你！隔壁惠娘听到动静，连忙追出来，就看见老屋门口气急败坏砸门的王氏，她生怕于听婉被欺负了。婉娘啊，你还好吗？啊，婶儿，没事儿，就碰见脏东西了。夜深，忙活了一日，明明全身骨头都在叫嚣着疲倦，可惠娘却如何也睡不着，实在是白日发生的事太出乎她的意料。和她一样没睡的还有魏守忠。这事儿你是怎么想的？就知道你坐不住。还是那句话，牙婆手里的姑娘啊，不用顾及亲家那边，婉娘那个舅母是什么德行，你该清楚。不说王氏，就婉娘舅舅日后打上门来，指责是咱们哄骗了他家姑娘。他儿子是读书郎，在村里也体面，回头一呼百应，又得闹出多少事端。哎，可是我吧，就是更中意婉娘这个孩子，打从第一眼我就瞧着喜欢。那些姑娘是不错，可要是跟婉娘站在一起啊，压根就没法比。她是当娘的，明明有更好的选择，如何愿意委屈阿郎？我又何尝不知，这样肯定是委屈了婉娘。按道理来讲啊，婉娘的容貌和秉性，咱们这种人家是配不上的。阿郎要是没出事儿，我厚着脸皮也会上门去求娶。可如今家里乱成这样，我哪里敢想啊？哎，我也知道不该耽误她，可是婉娘说她想嫁进来，她还说呀，就是相中了我来当她婆婆。她还说不怕当寡妇，便是阿郎日后真的，她也绝不后悔。你说这得是多大的决心呢？惠娘又感动又震撼。哎，你说婉娘为何要突然搬出胡家呀？这还用说吗？自然是那王氏做的太过了。可她都忍了10几年了，眼看着到了许人的年纪，也不该差这几天呐。我方才呀，在屋里我就一直在想啊，婉娘笃定婚事能自个儿做主，可见啊，她并不在意胡大柱会不会答应。明明先前都好好的，婉娘对这个舅舅也格外恭敬。哎，你说，她是不是知道了当年的事啊？翌日，于听婉并不知他的自荐让夫妻俩一宿未眠，反正他睡得很香。于听婉迫不及待地准备去隔壁问问他们考虑好了没。他刚打开房门，就看见老屋外站着正准备敲门的陈婆。有事？是寻姑娘有事，不如让我进去说话。你便是过来求我放弃，我也不会答应你的。我既做了决定，那就认准了，除非魏家摇头，我是不会让给别人的。我劝你还是别自讨没趣。不是这事儿。啊，那我就更没话和你说了。陈婆不动声色将于听婉从头到尾打量一番，除了那双生冻疮的手，她哪都满意极了，眼里跟着闪烁光芒。从昨儿个回去，她就向人打听了于听婉，明白她是自个儿过不下去了，这才破罐子破摔，想着嫁进魏家。姑娘，你有此等样貌，何必窝在荒凉的小山村呢？我是觉得可惜，毕竟那魏家阿郎身子差成那样，只怕治好了也无法活得长久。你可不能犯傻呀。于听婉面无表情，无商不奸，原来是把主意打到他身上了。
陈婆见他不说话，只当听进去了。唉，我知你瞧不起我，会将姑娘卖去青楼，可那是他们的命，是他们爹娘把人送到我手里的。可你就不一样了，我可舍不得呀，我也怜你，不会让你去那些鱼龙混杂的地儿。你要是愿意呀，就跟我走，日后定有泼天的富贵等着。回头我调教一番，再把你打扮打扮，露个脸，你瞧着吧，那些富家子弟定然个个都抢着要。他等着于听婉答应，这么好的事，也就于听婉命好，碰见了他。嫁入魏家，一个铜板都恨不得分成2个用，吃饭都得愁，一年也见不了几次荤腥。可要是给大户人家做宠妾，能顿顿吃肉，更能穿金戴银的，是个人都知道如何选。你这个丧尽天良的婆子，竟然哄骗好好的姑娘去给人当妾，你是何居心？陈婆生生地挨了那么一下，疼得她只吸气。婉娘啊，走，到婶家里坐坐，你可千万别着了她的道。要是真的跟她走了，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便是任人宰割了。你一个姑娘家可怎么办呢？婉娘啊，阿郎要是能娶到你，那是他的福气。可是吧，我就怕你后悔，这人的一生那么长。我真的想通了。行，那婶子就当真了。婉娘招食吃了吗？还没呢。等着啊，我先去给你盛一碗，别的待会儿咱慢慢说。我今儿做了地瓜粥，软糯香甜的很呢。惠娘进了灶屋，于听婉笑眯眯的，她几步走到魏昭身侧。魏昭缓缓抬眸，对上于听婉的眼，想着两人日后都是夫妻了，总要打个招呼。意外吗？魏昭不语。于听婉把手附在身后，看他都顺眼了。我愿意填你这个坑。魏昭沉默了许久，上回于听婉和李莲说的话，他听了一嘴，也知道于听婉急着嫁人，可是明知他是坑还要跳，倒是少见。今儿一早啊，钱大夫就背着药箱来了，给阿郎重新把了脉。他说阿郎这几日脉象没以前那么紊乱了，就把平时用的药方都给改了。阿郎倒很是配合，把脉时望闻问切，缺一不可。换成以前，无论钱老头说什么，魏昭都当他是空气。可今早钱老头问一句，魏昭回一句。哎呀，我就盼着呀，阿郎有朝一日能好全了，与你和和美美的。于听婉低头去看坐着发呆的魏昭，他不见害臊，轻轻踢了魏昭的鞋尖。听到没？魏昭拧眉，把脚收了收。你看上我哪点了？实不相瞒，我没看上你，但我看上你娘了。魏昭只觉得有点离谱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即便另有隐情，可我都要给你做媳妇儿了，也会对你伤心的。魏昭完全不想说话，他真是闲的才会和他谈这些。他抬手将煮好的药送到唇边，缓缓饮下。褐色的浓汁划过舌尖，却似感知不了苦味。怎么要喝药了？是该这样的，这些药可都是花钱买的，吃了才会好啊。你都要成家了，是得稳重些，不能像先前那般任性了。新开的方子里头有几味药不对病症，用量也过猛，吃了伤势会加重。是的，钱老头开的方子还是他一路引导的。魏昭对此很满意。于听婉有点不信，但钱老头的医术的确算不得好。先前胡大柱感染风寒，吃了半个月的药都不见好转，最后还是去县里看的大夫。加重会如何？魏昭站起身子，不想和于听婉说话，就要回屋。可他想让于听婉生退缩之心，别再来烦他。他低低咳嗽着，喉间有血腥味漫上来。就这样。怎么会这样？这药真的有问题？你是如何知晓的？你身子可有哪儿难受的？
快别吓我！我这就去找钱老头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！少见多怪。你挺气人的，知不知道？药若是好的，魏昭可不喝。只可惜钱老头不会配毒药给他。看见了吗？我随时会死，你何必搭上后半生？这没什么，你放心，你活着，我愿意伺候你。端茶倒水他是能做的，他也会尽心。家里多个男人，即便身体不好还费银子，可也有个盼头。于听婉还是不想他出事的。你要是哪日真没熬过去，你大可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替你孝顺爹娘，日后也不会改嫁，也算是对得起你了。你我搭伙过日子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